第26章。那个夜晚，在风腾说了那句试试吧以后，一切就显得有些不再真实。温热的唇离开了他的额头后，珊珊整个人就懵了。风腾好像想继续吻她，可是对上他傻乎乎的眼神，反倒笑了出来，稍稍退开了些距离。算了，慢慢来。他拿过手机，问他就一条短信。他点点头。风腾就关了手机，扔在茶几上，然后带着他去了自己的书房。开始他想教他下棋，可是看他实在心不在焉，就放弃了。于是就各自看书，偶尔去弄点水果，偶尔去泡些茶水，偶尔言不及义地交谈几句。珊珊捧着选的书，翻过了好几页。12点的时候，深蓝的天空中绽开美丽而璀璨的烟花。因为这一片都没有高楼，所以站在书房的落地窗前，就可以看得很远很远。珊珊放下手里的书，跑去窗户前去看。风腾也走过来，站在他身旁。想放烟花？风月说你们从来不放的。风腾点点头，然后收回视线看向他，毫无征兆地低头吻住了他。这是今天他第3次亲他了。他觉得好像次数有点多，但是一点也不讨厌。然后他就踩着软绵绵的拖鞋，软绵绵地回房睡觉了。年初一一大早，珊珊踩着仍然软绵绵的脚步去楼下餐厅吃早饭。在楼梯上遇见了喜气洋洋的小猪，小猪笑眯眯地说：“薛小姐新年好。”新年好。珊珊赶紧回以祝福。小猪乐滋滋地说：“薛小姐赶紧去吃早饭吧，风先生在呢，正好拿红包啊。”红包？珊珊瞬间清醒了，惊喜地说：“我也有吗？”肯定有啊。小猪说：“风先生每年初一都会给我们发红包，薛小姐你怎么会没有呢？”小猪的意思是你们关系如此不一般，红包自然更加会大大的有，厚厚的有。但是薛珊珊同志的思维是，对哦，他也是 boss 大人的员工啊，当然要有红包。珊珊顿时脚步也不绵软了，欢快地走向餐厅。发红包活动貌似已经散了，客厅只有 boss 大人和管家在。风腾似乎在跟管家交代什么事，瞥到他出现在餐厅门口，颔首道：“珊珊过来。”珊珊连忙奔过去，眼神不自觉地调整到小狗渴望肉骨头的模式。风腾被他闪闪发光的眼神噎了一下，顿了一下才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家庭调查吗？珊珊一口气把直系亲属报了一遍，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伯伯叔叔，2个阿姨，每家1个孩子，就这样。风腾点了下头，对管家说：“准备一下。”管家点头，领命而去。珊珊愣愣地问：“准备什么？”风腾随意地说：“你不用管。”哦，珊珊觉得多半不关自己的事，也没多问。风腾坐下来用早餐，机票已经订好，一会儿我有事，让小张送你去机场。等到了机场，司机小张从后备箱里拖出2大箱子东西的时候，珊珊才明白，风腾所说的准备一下是准备了什么。老板吩咐，这些是给薛小姐家人准备的年礼。年礼什么的 ，boss 大人也太周到了吧。想着年礼中所蕴含的暧昧含义，珊珊心中又是纠结又是荡漾，看着那体积不小的箱子，开始发愁怎么把它弄回去，关键是咋跟长辈们说呢？ boss 的礼物肯定不便宜，他该怎么解释来源呢？小张热情地帮他 check in， 办托运行李什么的，
珊珊只好什么都不干，在后面跟着。最后进安检门之前，小张又给了她一个小盒子。薛小姐，老板说让你这段时间暂时用他的旧手机。珊珊呆了一下，打开盒子来看，果然是一款男士的手机。等她独自坐在候机室的时候，珊珊才有功夫仔细看手机。手机还很新，但是的确有用过的痕迹。她翻了下电话簿，里面只有 boss 大人的号码。她盯着看了一会儿，忍不住拿着手机走到落地窗前，打电话给封腾。那边人接起就说：到了。我在候机室了，看到你给我家里人准备的东西了，还有手机。封腾应了一声，谢谢就不用了。谁说我要说谢谢了？这么多东西很难拿好不好？那边一笑，小张没跟你说那边有人接你？珊珊愣了，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你不要这样，我不习惯。会习惯的。好了，珊珊，新年快乐。飞机到达省会城市的时间是下午，下了飞机，果然出口便有人在等着，是一位姓李的年轻男人，自我介绍说是丰腾集团在这边分公司的行政。看见他一口一个薛小姐，极为殷勤。珊珊很不习惯，却不知这边的人只知道是总部下的命令，并不知道是由丰腾吩咐下来的。如果知道，绝对不会只派一个小行政来接待。那时他恐怕要更不习惯了。珊珊的家在省会临近的 B 市，车程约2个半小时，路上堵了堵，到家已经是晚上了。那人将她一路送到楼下，还要帮她把东西提上楼。珊珊赶紧婉拒了，感谢了一番，等人走了，珊珊才打电话给家里，让父母下来帮忙搬东西。这一路上，珊珊直如在云里雾里，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直到此刻，看着自己从小一路长大的地方，才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寒冽的空气深深呼入体内，驱散了一丝混沌。第27章，薛爸薛妈下来看到他，当然少不了一通埋怨，怪他弄那么多麻烦事，多花机票钱，看到2个大箱子，先是吓了一跳，等得知是礼物，又埋怨他乱买东西。珊珊老习惯父母这种责怪式的关心了，笑嘻嘻地听着。今天正好轮到薛爸爸这边的亲戚在珊珊家聚餐，他回来的晚，大家也不等他了，已经开始吃了。爷爷奶奶、伯伯一家、叔叔一家都来了，10来个人正好凑了一桌。看到珊珊回来，大家都停下了筷子。爷爷看见他，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小珊珊回来了。珊珊大半年没见到他们了，跑过去抱了一下爷爷奶奶。珊珊叫了一遍人，奶奶心疼地说：快坐下来吃饭，坐飞机累了吧？这小偷真不是东西，大过年的还偷东西。珊珊嘿嘿笑了一下。珊珊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后，赶紧招呼大家，大家都坐下吃，她一个小孩子别当回事。大家重新坐下来吃东西，一时话题自然围绕着珊珊，先是问她工作上的事，工资啊、奖金啊什么地问了个彻底。珊珊也不介意，有多少就说多少呗，于是少不了被夸奖一番。接着又问坐飞机怎么样啊，大城市习惯不习惯什么的，这些都问完了。小婶婶开她的玩笑说：珊珊，柳柳男朋友都有了，你什么时候有好消息啊？柳柳是珊珊大伯家的女儿，他们薛家孙辈一共3个孩子，都是木字旁的，柳柳、珊珊，还有小叔的儿子薛彤彤。咦，柳柳也字都到嘴边了，珊珊硬是活生生的把这个字咽了下去，艰难地说：柳柳有男朋友了呀。
好在大家没听出什么来。大伯母得意地说：“是啊，珊珊，明年我们家柳柳也要去 S 市工作了。这下我们薛家2个姑娘都有本事去大城市工作，你爷爷要更开心了。”大伯母一直觉得自己女儿薛柳柳才是薛家3个孩子中最优秀的，结果薛珊珊去了大城市工作，亲戚们全都说珊珊有出息。大伯母一口气憋了好久了，今天才吐出来。珊珊心直口快地说：“那好啊，我正好要重新租房子，干脆柳柳跟我一起住好了。”她话刚说完，就被薛妈妈一筷子敲在头上：“你个傻孩子，你姐姐还用得着跟你租房子？”大伯母喜滋滋地附和薛妈妈：“是啊，柳柳跟小俊一起去的，我家小俊在 S 市有套大房子，150多平方呢。”柳柳默不作声地帮她妈妈夹菜。珊珊看了柳柳一眼，默默地同情了一下。她这个堂姐长得非常漂亮，人又聪明，因此从小到大就被大伯母拿出去四处炫耀攀比，偏偏她自己却是沉稳低调的个性，所以被搞得痛苦无比。可她还不能抗议，因为她不是大伯母亲生的，是大伯母从她一个生了女儿又不要的亲戚那领养来的。别人领养了孩子，生怕孩子会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都藏着掖着。大伯母却是反着来的，生怕女儿将来不孝顺她似的，从小便对她说：“要不是我领养了你，你现在跟着你爹妈过着什么什么苦日子之类的。”薛柳柳本来就乖巧文静的性格，有这样的养母，自然只能越来越文静了。小叔叔正在上高1的儿子薛彤彤坐在珊珊旁边，在珊珊耳边咬耳朵：“珊珊姐，你知道柳柳姐的男朋友是谁不？”“谁？”“就是他单位老板的儿子，就是本来你要去的那个单位。你说要是你去，会不会就是你男朋友了呀？”珊珊毕业后本来在家乡找了份工作，是本地一家小有名气的公司，这本来是好事，可是被大伯母知道了，就不得了了，硬说这个工作是老头子给柳柳找的，因为那家公司的人事主管是爷爷老战友的儿子。他大喊老头子偏心，不把柳柳当亲孙女什么的，搞得一家人都不安宁。珊珊倒想把这个工作给柳柳，可是工作这么大的事，薛妈是肯定不让的。还好很快珊珊踩了狗屎运去 S 市工作，把这个岗位让出来，爷爷又老着脸皮去找了战友，把工作给了柳柳，大伯母才消停。珊珊被彤彤说的窘极了：“你一个毛孩子想这些干嘛？”彤彤不好意思了，嘿嘿地说：“我妈在家里这么讲的。”又撇嘴说：“柳柳姐是好啦，就是大伯母太讨厌，说的人耳朵起茧了还不消停。”珊珊夹给她一筷子猪耳朵：“来，补补耳朵。”薛彤彤扑了一下，眼珠子转转，说：“姐，你那2个大箱子里面是啥？是不是给我带的礼物啊？”“啊，对哦，还有给大家的礼物。”珊珊想起封腾的礼物，饭都没心思吃了，放下碗筷，急匆匆地找来剪刀开箱子。大家也好奇地等着看是什么东西。然而薛珊珊满怀期待地打开箱子，却顿时傻了眼。这是什么？一袋萝卜？可……全屋子的人都哑了。大伯母笑了：“哎呦，这些萝卜有多好吃啊！珊珊你老大远地带回来。”大家都笑个不停。珊珊窘极了，只好说：“这种萝卜就是很好吃的，特别甜，我特别带回来给大家吃的。” boss 大人搞什么呀？难道因为是他拔的，所以就给他带回来了？还是因为有纪念意义 ？PT 珊珊万分之万确定 boss 大人是故意的。还好萝卜下面都是正常的礼物了。不过，这个正常也许是对 boss 家而言的。
珊珊说不出那些给长辈的礼物值多少钱，但是送给小辈的礼物统一是最新出的 iPad， 珊珊还是知道价格的，于是有点被吓到了。大伯母脸上便有些酸了，薛妈妈脸上虽然笑着，心里却急了，女儿赚多少钱自己最清楚了，这么些东西还不花掉她几个月工资啊。只有爷爷奶奶不太懂行情，心里最高兴哦。还有薛彤彤拿着 iPad 简直要飞起来了，他急切地拆着包装，一边拆一边说：珊珊姐，你抢银行了呀。珊珊只能急中生智地来虚构了，哈哈，是这样的，这个 iPad 是山寨，别看它做得很像，其实是假的啦，很便宜的，1000块都不要，而且今年公司效益好，年终奖很多。珊珊要哭了， boss 大人送自己一箱子萝卜，手机也说只是借给他的，完全不会让人不好意思收，怎么给自己家里人送这么贵的东西呢？我们珊珊会赚大钱了。奶奶欢喜地说，不过下次可别买这么多东西了，这些营养品很贵吧，年终奖再多也不能这么花呀。营养品啊，珊珊做贼心虚地说，其实是同事家做这个批发价，哈哈。一边说一边心里想，说 boss 大人是自己的同事，貌似也没错，于是心里头又不由甜滋滋的。大伯母立马接上话，原来是批发的，珊珊，这些都是营养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你可别买错了。这话明着关心，暗着却是说珊珊买的恐怕是假货了。珊珊早习惯他这么说话了，也不生气，大伯母，你放心吃吧，我同事自己每天都吃呢，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再说现在商店里暴利着呢，100块进的东西敢卖1000块，其实成本没那么高了。哎呀，大伯母说，毕竟是大城市待过的，还是珊珊精明，我家柳柳和小俊就只晓得从商店里买，虽然吃得放心，可是真是贵。大家20几年都忍耐下来了，自然也不会在今天就因为柳柳妈这副样子就吃不下饭。年初一的晚饭还是热热闹闹的吃完，女人们收拾碗筷，准备开麻将桌，最后2个女孩子留在厨房里洗切水果。珊珊，你别生我妈的气。等大人们走了，薛柳柳轻声地跟她道歉。珊珊说，我没生气啦。柳柳笑了笑，精致的眉目间意欲舒展了点。珊珊自己刚刚有了男友，也特别关心她，姐，你怎么忽然想去 S 市啊？柳柳细声细气说，她说想去 S 市发展，不想靠家里。哦，姐，你男朋友怎么样的？你喜欢他吗？珊珊会这么问，是因为从头到尾也没看见柳柳露出多么开心的神色，这实在不像个在谈恋爱的人。柳柳低头洗水果，过了一会儿说，反正也没什么不喜欢，妈高兴就好了。水果端出去的时候，大人们已经在打麻将了。珊珊看了一会儿，便溜去了双姨家。寒冬的夜晚冷得禁骨，深蓝色的天空中飘着雪花。走在街道上，迎着小雪，踩着冰屑，听着鞋底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珊珊忽然就想给风腾打电话了。但是她才回家几个小时，克制啊克制，一定要克制。一路念叨着这2个字，珊珊很快到了双姨家。双姨家和她家很近，只隔了一条街，是1楼1底的老房子，底下陆爸爸自己开了个蛋糕店，生意一直很好。珊珊进了双姨家门，才喊了人送上小礼物，就被双姨拖进了房间。门一关，双姨抓住珊珊的肩膀，神色严肃地问，薛珊珊，你老实告诉我，
上次你说的那个被强大的男人表白的女人，是不是你？珊珊顿时心虚了。双姨察言观色，激动了。哎呀，真的是呀。后来我越想越不对，你这么迟钝，没事问我这个干嘛？原来真的是你啊！快告诉我，那个强大的男人多强大？他干嘛的？多高？多帅？有照片不？珊珊连忙举手投降。你一个个问，慢慢来。好吧，首先，帅不？珊珊点点头。双姨星星眼了，手机里照片给我看看。没照片。我才不信，手机拿来，我自己看。说着，已经从珊珊口袋里掏出了手机。一到手，双姨就觉得不对。咦，你手机换了？是他的。哎呀呀，双姨更兴奋了，已经到了交换手机的地步了吗？原来除了交换日记，还有交换手机这种说法吗？珊珊黑线地说，不是啦，是我的手机掉了，他借我用的。哦，好体贴。哦，对了，珊珊想起来，你号码给我下，我手机掉了，号码全没了。别转移话题，他做什么的呀？他是我老板。咦，你上司啊？不错不错。双姨虽然不上班，但是也知道现在挺流行叫直属上司老板的，比上司还要再上司点。多上？双姨颤抖了，难道是传说中的 CEO？ 双姨喃喃地说，珊珊啊，我被你雷到了。过了一会儿，双姨回过神，哎呦，身份不重要啦，我不会因为他有钱就歧视他的。重要的是爱情的过程啊。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呀？珊珊茫然地看看他，其实我也比较茫然。双姨扶额，那总有个转折点吧？是谁捅破窗户纸？是谁先表白的？算是他吧。珊珊决定把大年夜那晚自己的表白通通忘记。哇！双姨捧着脸，梦幻了。那你什么感觉呀？感觉……珊珊想到她上次说的那个金卡的比喻，就像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捡到100块钱，一定很惊喜吧？飞来横财啊！那个，我会先怀疑是不是假钞来着。咦，也许是写小说的缘故，双姨有着和外表不一致的心细如发，她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你觉得他欺骗你感情？当然不是，他才不会这么没品。珊珊闷闷地说，我只是觉得一切很不真实。哦，薛珊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你被天上掉下来的钻石饼砸得很晕，但是世界上的优秀男人很少很少，你知道吗？所以遇见好的绝对不能想东想西，都给我先上了再说。双姨握拳，小宇宙燃烧状，珊珊无所畏惧地上吧，我当你的爱情指导和技术支持。第28章，珊珊在家里待到年初7便要回去了，在此期间共计与总裁大人通话4次，他主教2次， boss 大人主教2次。他的主要内容是汇报吃喝，询问对方是否吃喝。boss 大人的主要内容是敲定规程以及年礼送后客户满意度调查。双方都对这几次的通话质量表示满意。你搭飞机呀？以前你不都坐火车吗？珊珊家中，双姨趴在珊珊 C 床上，看着她收拾东西。珊珊也不说话，默默地拿出手机，翻到某条短信给她看。双姨看了看，航空公司发给你的订票信息。给我看这个干嘛？不是我订的，前天忽然发到我手机上。哎呦，好霸道，控制欲好强哦。
双姨捧脸，眼睛里的星星多的都快掉出来了。珊珊闭上嘴巴，决定不告诉他短信之后还有某人控制欲更强的电话，勒令他下飞机之后不准乱跑，必须在机场等他的航班落地。双姨花痴了一会儿，我问你，回去后有什么打算？先还他机票钱。珊珊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双姨好想撞墙，黑线地说，你不觉得还钱什么的很煞风景吗？但是我也不能占人家便宜呀。珊珊很坚持，钱当然要还，但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冷冰冰吗？你觉得你们家 boss 会少这20张纸吗？你就不能用其他方式吗？那怎么办？珊珊傻眼，被双姨这么一说，她的确觉得拿一叠钱给 boss 很傻的样子。你难道不知道过年之后很快就是情人节，你就不会买点东西送人家呀？双姨咆哮了。他一个爱情小说家，为嘛会有这么缺乏爱情智商的朋友啊？在双姨的鞭策下，两人穿戴整齐地出门，直奔本市最高档的商场。去的路上，珊珊一直在凝眉思考什么，双姨以为她在想买什么呢，结果快到商场的时候，珊珊一把抓住她，严肃地说，双姨，我想过了，我们不能买2000块的，你想啊，2000是我欠他的，如果只买2000的，那就不算礼物了吧，是还债，所以我们买个2500的吧。双姨无力地瞅了他一眼，干净利落的终结对话，薛珊珊，闭嘴。两人在商场里逛了一圈，发现给男人的礼物真的挺难买的，尤其是风腾这种男人。要不买个钢笔？珊珊提议。双姨，你还能更老土吗？那皮带也不行，太淫荡了。为啥会淫荡？人家说男人送女人衣服是想脱下她，那你送你家 boss 皮带是想干嘛？双姨嘿嘿地笑，我上本书的女主角就是不幸送了皮带，被男主以此为借口，在第1章就吃掉了。双姨，你写的是色情小说吧？两人在商场里整整逛了2个小时，总算买到了满意的东西。隔天，珊珊带着两人精心挑选的价值2580的礼物，登上了回 S 市的飞机。飞机落地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而 boss 大人的飞机将会在1个小时后降落在同一个机场，所以珊珊下了飞机就拖着行李箱直奔机场接客大厅对面2楼的咖啡馆。这是 boss 大人命令的，要在这里等他一起走。点了一杯饮料，珊珊找了个可以看见底下旅客出来的位置坐下。给家里打了电话报平安后，珊珊开始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出口。看了几次，终于自己也觉得自己无聊了，乖乖地喝起饮料。没过多久，又从随身小包里拿出了给 boss 的礼物把玩。礼物是一对银质袖扣，暗银色的金属镶嵌着黑色的宝石，侧面是很中国风的镂空，精致细腻的做工带出一种低调而奢华的感觉。珊珊把它们摊在掌心。要怎么给 boss 呢？要等到2月14号吗？拿出来的时候该说些什么呢？ boss 大人又会有什么反应？侧趴在桌子上，看着手里的袖扣，脑海里各种想象翻腾。渐渐的，珊珊有点犯困起来。她握紧袖扣，决定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的就没了意识。不知道过了多久，朦胧中好像听见对面有轻微的瓷器碰撞的响声。珊珊睡眼朦胧地抬起头，先入眼的是挺刮的黑色衬衫。脑中还不太清醒，她坐直了身子，赫然看见了 boss 大人沉静俊逸的面容。他一手握着白瓷的杯子，
目光停在杂志上。醒了。珊珊彻底清醒了。你什么时候到的？半小时前。珊珊讪讪地说，你怎么不打我手机？我以为会有人在出口迎接我。珊珊羞愧了，我不小心睡着了。睡得还好？风腾漫不经心地问。还好。那走吧，司机已经到了。风腾放下杯子，拿起大衣和他的行李。买单。买过了。等等。珊珊又停住了，着急地在地上找来找去，刚刚站起来才发现她的袖扣居然只剩下一个了。风腾看着她乱找了一阵，才伸出手，再找这个。珊珊看着他手里的袖扣，怎么会在你呢？在你脚边捡到的。他的眸色深深的。还有一颗呢？珊珊炯炯地把掌心还握着的一颗奉上。本来是想找个气氛比较好的时候送给他的，怎么现在搞得跟地主催缴财产似的？看上去像我用的东西。就是给你的礼物。风腾没再说话，迈步走出了咖啡馆。上缴完全部财产的珊珊默默地跟着他，走到电梯的时候，风腾忽然开口，为什么忽然给我这个？马上要那个什么节了。情人节。风腾笑了笑，我们家很传统，从来不过西洋的情人节。珊珊愕然，那他白买了。我父母是留学的时候认识的，都很爱这一套，我爷爷却非常厌恶这些洋节，不止一次训过我父母。所以小时候每到情人节，我父母就假装带我和风月出去玩，然后把我们扔给保姆，他们两个人偷偷摸摸地去约会。珊珊知道他的父母是在车祸中一起意外身亡的。他说到他们的时候，虽然语气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但是也许心里总会有点难受吧。珊珊忽然想抓住他的手，可是又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最终还是慢慢地伸过了爪子，不过手指才接触到他的手背，就被人反手抓住了。虽然都亲过好多次了，可是大庭广众之下这样牵着手还是第一回。珊珊满心的紧张，满心的惴惴，只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强作镇定地跟他讨论，那我们过吗？要不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也偷偷摸摸过一下。风腾转头看了他一眼，握紧了手中有点想逃跑的小手，微微勾了下唇。好。也许是他掌心的温度太灼人，也许是被他一路牵手的样子太乱人心智，珊珊直到走到停车场看见司机，才想起来问，我们去哪里？先到我市区的住处，你认认门，然后我们出去吃饭。认认门什么的，珊珊有点囧，不自在地找话说，对了，我们先去移动营业厅一趟吧，我要不卡。好。风腾执起被他握住的手，放在唇边轻轻一吻，你真麻烦。直到吃晚饭的时候，珊珊觉得自己手上还残留着那一碰的触感。她不由抬起头，偷偷地把目光停留在对面垂眸用餐的男人身上。他回家的时候换了一身衣服，自己送他的袖扣已经别在了腕间。本来觉得很精致很闪耀的袖扣被他戴上了，却好像顿时黯然失色了一般。看什么？舍不得送给我了？没有。珊珊连忙收回目光，讪讪地低头吃东西，然后忽然意识到，这好像是他们真正在一起后第一次约会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吧。然而薛珊珊同学毕竟低估了自己。吃完饭，风腾把她送到同学家楼下。风腾停住车，明天早上我来接你。珊珊摆摆手，不用了，
这里地铁过去很方便的。你过来好远，还会堵车。丰腾市区的住处就在丰腾附近，到这边来接他等于跑个来回，也太折腾了。丰腾点点头，没有勉强他，明天中午记得到楼上吃饭。不行啊，珊珊脱口而出。为什么？连番被拒，丰腾的声音沉了下来。以前去吃饭是没关系啦，我们又没什么，但是现在我们是情侣关系吧？那你不要以身作则吗？丰腾眉头微锁，什么以身作则？说清楚。你不知道？珊珊吃惊地看着他说，我们公司不准谈办公室恋爱的呀。第29章，薛小姐一直没上来吃饭，丰总看上去心情也不是很好。难道一个年假，丰总还没和薛小姐两情相悦？这可不符合丰总一贯高效的风格呀。周一的董事会上，方特助维持着一派精英特助的表象，听着股东代表言不及义的絮絮叨叨，内心早已飞向了108000里的远方。果然，会议后他就被叫到了总裁办公室。坐在黑漆办公桌后，丰腾沉吟了许久，问：我们公司不准谈办公室恋爱？方特助面部表情稳定地回答：似乎有这个说法。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大概是以讹传讹吧。方特助善解人意地说：我找个合适的机会澄清一下。不用了。手指轻扣桌面，丰腾面无表情地说：专心致志更符合公司利益。其实您是自己进展不顺，看不得别人一帆风顺吧？方特助依旧表情稳定地说：好的。薛珊珊同学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句话害得全公司的有情人都被迫成了偷情人。晚上吃饭的时候，丝毫不知公司情侣疾苦地跟丰腾忧心自己的小烦恼。我要抓紧找房子了，不然等我同学的男朋友回来就不方便住了。丰腾的手顿了一下，你同学的男朋友？她男朋友研3，在外地实习呢，所以我才能借住啊。丰腾板起了脸，薛珊珊，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你同学是和男朋友一起住的？珊珊呆了呆，没说吗？可是这个也不用特别说吧，他现在不在 S 市啦。很好。丰腾停下用餐的动作，薛珊珊，我有一个疑问，你觉得我会让你躺在别的男人躺过的 C 床上？薛珊珊张大嘴巴，什么叫躺在别的男人躺过的 C 床上啊？ Boss 大人，你想太多了吧？薛珊珊辩解，同学之间借住很正常啊，而且她男朋友又不在。丰腾点点头，显然已经无意跟他废话下去，径自说出自己的决定，你这段时间住我那，直到你找到房子为止。薛珊珊下意识地反对，不行，我怎么可以住你呢？然后他发现 boss 大人的神色实在称不上和善，小心翼翼地商量，要不我在同学家用自己的 C 床单和被子等于。看看神色还不行。薛珊珊继续商量，那我睡我同学的沙发。打地铺。丰腾重新开始用餐，不疾不徐，忽然开口问，薛珊珊，你同学和她男友已经结婚？没有啊，他们就这样随便的住在一起。丰腾微微皱起眉，故意在语气中加了一丝明显的不以为然。果然，薛珊珊立刻为朋友辩解了，这没什么吧，我同学很正派的，而且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很正常啊，现在很多情侣都这样。丰腾点头，很高兴你这么认为，那么在你找到房子之前，你就住在你男朋友家里。珊珊傻住，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不由内牛满面。总裁大人，
你一天不给人设套会怎么样啊？我错了，我保证3天之内找到房子，不要搬来搬去了。珊珊合掌，露出哀求的眼神。1天，风腾冷着脸，明天找不到就搬过来。珊珊连忙点头，那就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珊珊擦擦额头的汗，先把今天混过去再说了。吃完饭，风腾照例送她到同学家楼下，珊珊唯恐他反悔，匆匆说了声再见，就飞奔上楼了。风腾坐在车内，目送他上了楼，拿出手机，打给了自己的理财顾问。珊珊觉得很诡异，他才在中介那登记要租房呢，结果才走出几百米，居然就接到了房东电话。请问是薛小姐吗？是的，你是？哦，薛小姐你好，我姓蒋，你叫我小蒋好了。你是不是要租房子？我正好有个房子要出租，条件很符合你的要求。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网上看见的。可是我没在网上发布信息啊。你有。静默了片刻，对方斩钉截铁地说：是吗？珊珊都被搞得不确定了，难道是中介这么快就把自己的信息登在网上了？可是这种不都是中介来联系吗？哦，哈哈哈，其实我是在中介那偷看到你的号码。电话那头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似的，飞快地问：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看看房子？珊珊犹疑地说：现在是有。为了找房子，他调休了1天的。那太好了，我现在也有空啊，要不我开车接你去看房？这是骗子吧？珊珊二话不说，果断地挂了电话。没过一会儿，风腾的电话来了，问他房子找得怎么样。珊珊就把刚刚的情况说了一遍，你说会不会是骗子啊？应该不是。风腾一边批文件一边说，这样你把那个人的手机号码给我，或者我让小张开车送你去。对哦，我告诉他我把他的号码发给朋友了，小张师傅就不用麻烦了，我多在小区保安面前晃一下。我随时给你发短信哦。珊珊计划周详地安排着，等等啊，我先把那人的号码发给你。片刻之后，风腾看着珊珊发过来的熟悉的手机号，不禁摇头又好笑。看来果然是术业有专攻，就算是投资理财的高手，也不一定就能做好房产中介的。暗示警告了那位蒋先生一番后，珊珊放心地跟人去看房子了。房子的条件出乎意料的好，一室一厅30多个平米，能做饭卫浴，全有阳台，小巧迷人，布置优雅，而且离公司很近，珊珊各种满意。这个房子多少钱1个月呢？自称小蒋的房东大叔想了想，4000、2500。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这里太低了。于是珊珊又有点疑心是骗子，别是伪造了，要是骗一笔钱什么的，那我能看看房产证吗？蒋大叔为难了，其实这个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国外朋友的，之前一直没租过，昨天打电话来让我随便租几个钱，房产证我还真没有，要是你信不过。小蒋大叔一脸悲壮，这样吧，要不你先住完了再给钱。珊珊目瞪口呆，珊珊最后还是跟他签订了合同，预付了2个月的房租，人家都那样了，再信不过珊珊都不好意思了。等房东大叔走了，珊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越看越满意，拿出手机打给风腾。风腾，刚刚那个房子我租下来了，很漂亮又不贵，离公司也很近，你下班了来帮我搬家吧。居然敢使唤他搬东西。风腾挂了电话，总算脸色稍霁。半小时后，风腾叫了 Linda 进来，把批过的文件交给他分发。
今天还有什么安排？ Linda 翻了下行程安排，已经没有了。风腾颔首，按住关机键起身。Linda 抱着文件问了一句：总裁今天要提前下班吗？搬家。Linda 跟着他走出办公室，心里有些迷惑，没听说总裁又要搬家呀？而且难道是要搬到什么更高级的豪宅？不然怎么表情这么愉悦呀？第30章，珊珊的东西不多，而且年前就打包过一次了，所以收拾起来极为容易。新租的房子还出乎意料的干净，完全不需要打扫，因此很快就整理好了。望着窗明几净的小房子，珊珊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感慨，能找到这么合适的房子真不容易呀。风腾也赞同地点头，在他名下找出这么小的房子，的确真不容易。在他身边坐下，风腾提醒他，有空请你的同学和她男友一起吃个便饭。啊，你在别人家里住了这么久，我总要表示一下。为啥是你表示？珊珊心里荡漾了一下，那我请好了。交了房租，你还有钱？也是哦，那就你请吧。哦，对了，我今天吃晚饭的钱都没了，你顺便请我吃个晚饭吧。晚上，恭送 boss 大人大驾离开后，珊珊躺在 C 床上给大花打电话。珊珊的这位大花同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吃货，听到吃饭就高兴。好呀好呀，那就大后天吧，我们家大曹也回来了，大家一起吃呗。不过你怎么忽然要请客，发财了呀？在你家住了那么多天，总要谢谢你呀。哎呀，都是同学啦，珊珊你不像会跟我这么客气的人啊。是我男朋友说的。珊珊还不太习惯在别人面前称风腾是自己的男朋友，就算是在自己家里打电话，一个人都没有，也忍不住把头往枕头里埋了埋。你男朋友也来？大花虽然没跟风腾碰过面，但是珊珊在他家住那么多天了，她也猜到他有男朋友了，当下兴奋地说：太好了，我还没见过他呢，不过就别说谢了，这次你们请，下次我们回请了。哦，珊珊应了一声，那你想吃什么呀？让我点啊，我想吃的可多了，神马象拔蚌啊，石斑鱼呀，鱼翅燕窝吗？随便来点了哇。大花说起吃的就口若悬河。你等等，我拿笔记一下。记什么？我开玩笑的啦，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吃点呗，主要是见你男朋友吗？人呢？珊珊已经爬下 C 床去找纸笔了，根本没听到。于是3天后，大花看着眼前一桌的美食，彻底失去了语言功能。珊珊还在拿着小纸条对照，风腾抽过她手中的小纸条，俊眉一拢。你怎么连像拔蚌都不会写？居然用拼音？珊珊觉得很无辜，我不知道是哪3个字啊，大花报我就记下来了。以后不要说你是我员工。哦，是你女朋友吗？我懂的。哎，大花，吃这个，这个好吃。听到自己的名字，大花的目光从美食移到了对面闪着各种强光的英俊男人身上，顺便想起了刚刚在门口看见的他开来的车，然后他找了个借口，把珊珊拖到了洗手间。这个就是你男朋友？是啊。你老板？大花回忆了下珊珊的公司，那可是，他不由嘴角抽搐了，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参加了什么邪教组织？啊，不然就是入了苗疆。大花飘出了洗手间，一会儿又飘回来。我说要回请的事情，你没跟你男朋友说吧？还没。那我就放心了。大花松了一口气，认真地扶着珊珊的肩膀，双目凝视她，请你忘记那句话吧。
我还要留着钱养老公呢。炯炯地跟着大花回到座位，珊珊惊悚地看见 boss 大人正拿着筷子从他的汤碗里挑出香菜。他一边和大花经济系的男友聊着经济形势，一边漫不经心、动作优雅地给他挑香菜，那随意自然的姿态，就好像做了千百次似的。大花奇怪地问：“这个香菜不新鲜？”风腾一笑，把挑完香菜的汤放回珊珊面前说：“他不吃。”喂，你也太会装了吧！明明平时都是他给他挑好不好？而且他什么时候不吃香菜了呀？挑食的明明是他自己。承受着大花小样你居然装挑食的鄙视目光，珊珊不禁内牛满面了，然而隐隐的又有点心花乱放，内心深处不由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成功翻身的感觉，等于一激动就把那碗满满的汤呼呼地喝完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珊珊捂着绞痛的肚子第二次奔向了厕所，偏偏洗手间还在清扫，珊珊又捂着肚子奔到了楼下。拉开厕所的门进去，珊珊总算松了口气，这感觉也不像拉肚子，所以纯粹是昨天吃多了吧。正懊恼间，门外高跟鞋滴答滴答的声音由远及近，两个女员工聊着化妆品进来了。你最近用的那款 Chanel 的粉怎么样啊？还行啊，随便用用呗。哎，我发现程程有款新产品不错哦。珊珊肚子里还绞痛呢，就听着他们聊天分神。她最近也对化妆品起了一点点兴趣，奈何天分不够，目前连上妆顺序都搞不清。正想听听聊天取经，他们却话题一转，不聊化妆品了。哎，我说楼上那个是不是跟22楼那位分了呀？是吧？听说最近都没上去吃饭了。粉盒打开的声音，而且也不能叫分了吧，人家搞不好就没跟他认真开始过。也是，所以吧，人还是踏踏实实的好，高枝是那么好攀的，而且还不是一点点的高枝。是啊，掉下来的滋味估计不好受呢。我们公司那么多人看着，去年年会那个人事部的周小薇估计要笑死了吧。换我是在公司待不下去的，搞不好要离职。10几分钟后，珊珊慢吞吞地走出了洗手间，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一时却没有什么心思工作了。说起来，那两个同事也没说太过分的话，任何人看见他和 boss， 只怕都会那样想吧。双姨虽然鼓励他支持他，但是有时候也会流露出一点点担心的眼神，只是双姨太聪明，不会做无用功劝他。大花又会是怎么想的呢？珊珊忽然急切地想知道别人的看法，总会有人觉得他们很合适，会祝福吧。想起大花好像有开微博，珊珊按捺不住地偷偷用手机上了网，找到微博，大花果然有对昨天事情的发言。大花，昨天吃了一顿超级贵的大餐啊，像做梦一样，老娘吃的胃都疼了。嘿嘿，在此透露一下，我们大学班级某位同学傍上了超级大款哦，年轻英俊有豪车，强烈帅强烈有型。撒大花。下面已经有了几个回复。9米求大餐图。大花，不好意思拍啦，对方太高端的感觉了 ，ORS， 怕给同学丢脸。手中的倒影，求透露哪个同学。小推，跟你一个城市，就是在 S 市，咱班能傍上大款的，想来想去，只能想到俺们美女菲菲了吧，请大家叫我名侦探柯南。大花，不是菲菲，澄清一下。小推，别卖关子了好伐，快说是谁。大花，他人隐私不可说啊，不可说，结婚的时候你们不就知道了。刘山，
谁知道能不能结婚啊？大款是这么好傍的，你们这些女人脑子里就想着傍大款。珊珊默默地关掉了网页。她知道大花的傍大款并没有贬义，这个词现在经常被人用来调侃开玩笑，而且她也很小心地没讲出是谁。可是这无意的3个字还是让她心里闷闷的，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珊珊，你怎么神情恍惚啊？火车票的事情就别想了吗？我都忘记了。阿佳端着杯子晃过来，靠在他的隔板上，怀疑地说，不然难道是你跟总裁的恋爱出问题了？要不要我给你出谋划策呀？我才没有跟总裁谈恋爱。被傍大款3个字搞得有些敏感的珊珊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明明更多的只是风腾这个人啊。身后不远处，西装笔挺的高大男人脚步一顿，身后一群人顿时一起停了下来。很快他便脚步一转，神色不变地走了另一条道，陪同的财务总监等人看了某个方向一眼，匆匆跟上。阿佳本来好好的端着杯子闲闲的在喝茶，忽的目光一滞，天啊一声，飞快地溜回了自己的座位。珊珊被他搞得一惊一乍的，无意识地顺着他的视线一看，便看见了风腾高大挺拔的背影。他心里也是咯噔一声，有点慌起来。他怎么会来财务处？阿佳压低嗓子问同事，风总怎么下来了？怎么会在我们办公室啊？旁边的同事说，10多分钟前来的呀，你怎么不知道？我去茶水间了呀。珊珊，你也不知道？他去洗手间来着。珊珊望着远去的英挺从容的背影，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他不会听到他刚刚说的话了吧？还好，晚上吃饭的时候，风腾的表情虽然淡淡的，却并没有不悦的样子。珊珊稍微放下点心，做贼心虚的格外殷勤起来。下周我要去美国，大概停留1周左右。啊，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出国？我没有护照啊。风腾神色依旧淡淡的，那就算了。吃完送他回家，上楼的时候，风腾忽然叫住他，薛珊珊。珊珊回头，却见风腾只是看着他，凝视了几秒钟，然后说，你上去吧。第31章。转眼风腾已经出国2天了，却一个电话都没有来过。珊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周末的晚上，珊珊躺在 C 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难道是那天她那句话被听到了？可是如果听到的话， boss 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她吧？平时没事都要找出事来欺负她一下的。也许只是太忙了。美国那边不知道是几点，要不要打个电话过去呢？珊珊正扳着手指算时差，忽然手机响了起来。不会是 boss 的电话吧？拖鞋都来不及穿就去拿手机，却是个陌生的本市的号码。珊珊有些失落的随手一接，话筒里竟传来了薛妈妈兴高采烈的声音，珊珊，我们在 S 市火车站了。薛家这次算是集体突袭，共来了5个人，珊珊爸妈、柳柳爸妈，还有薛爷爷。珊珊在火车站接到了他们，埋怨说，你们来之前怎么也不给个电话呀？薛妈妈笑呵呵的，给你个惊喜呗。珊珊无语，还真惊喜。正好你和柳柳都在，我们趁机过来看看呗。本来想添热点再来的，但是你爷爷最近一直有点小不舒服，家那边医院又查不出什么来，就早点到大城市的医院看看。爷爷怎么了？珊珊被吓一跳，得到薛妈妈问题不大的回答后，才松口气。那打算看哪个医院啊？大医院的号很难挂的，
我先去排队。你别忙了，柳柳男朋友不比你有本事啊，你大伯母说让他去找人。可是柳柳根本没来 S 市啊。珊珊看了老妈一眼，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心里决定自己找个时间去提前挂号。珊珊回 S 市不久，就接到柳柳的电话了，她压根没来 S 市，而是去了杭州，要珊珊帮她遮掩保密。正想着呢，柳柳就步履匆匆地出现了，跟大伯母他们说了几句，她着急地把珊珊拉到一边。珊珊，你没跟他们说我在杭州吧？没说，你从杭州赶过来的？珊珊很迷惑，柳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总要告诉我吧。柳柳抿了抿嘴，我跟他过年之后就分手了。珊珊吃了一惊，怎么了？柳柳大概平时也没人倾诉，此时珊珊问起，竟一反常态地说了很多。我讨厌我妈对她奉承巴结的样子，要求我讨好她，顺着她，不准惹她生气。我难道不是个人吗？珊珊，我实在受不了了。那你怎么还离开老家？我早就想离开了，我这辈子还没为自己活过。反正那边的工作也做不下去了，正好我在网上找了个杭州的工作。珊珊忧心，可是这个肯定瞒不住的呀，你妈万一打电话给他。他是来 S 市了，应该换这里的手机号了。柳柳咬住嘴唇，我也知道瞒不了多久的，能多久就多久吧。一向逆来顺受的姐姐下了如此大的决心，珊珊当然只能支持，点了点头，决心帮她瞒到底了。然而俗话说得好，知女莫若母，世界上最了解女儿的莫过于老妈。在 S 市的第二天，这事就被大伯母发现了。大伯母这下子简直是怒不可遏，大街上就对着柳柳大声嚷开了，什么白养你这么大呀，一辈子穷命什么的，最后还波及到来劝阻的柳柳爸身上，骂他没出息，让他一辈子都没过上好日子。眼看已经快吸引人围观了，珊珊爸妈赶紧又拦又劝，但是哪里架得住大伯母盛怒之下的火力，最后还是薛爷爷大喊一声，有事回去说，别闹了。大伯母还待不依不饶，却见薛爷爷满脸通红，神态异常，紧接着竟然砰的一下倒下了。一家人这下被吓得不轻，哪里还顾得上吵架，心急火燎地把他送到医院，然而得到的却是拒不收治的结果。急诊室的医生无奈地放下电话，摇了摇头，先在急诊室挂水吧。住院部不肯收，他也没有办法，看看面容惶急的一家人，他给了些安慰，在这边也一样的，先挂一天水看看情况。薛爷爷现在已经醒过来了，人却还糊涂着，没有清醒的意识。刚刚在来医院的路上，薛家人才发现老人浑身发烫，腰部竟然有大块的红肿，部分地方甚至发黑起泡了。这并不像是被气倒的，估计老头子已经不舒服好一阵了，只是怕麻烦小辈，不到挨不住就不肯说。最后被大伯母那么一嚷，才让他急怒攻心的发作了。既然急诊的医生这么说，那也只好如此了。现在已经是下午了，薛爷爷刚刚经过了一圈检查，实在经不起再去另一个医院折腾一遍了。何况到了别的医院就会比在这里好吗？大城市里看病难，珊珊时有耳闻，事到临头落在自己身上，才知道这个难字竟然是那么的难写。这个急诊室的医生还是很热心的，来看好几回，下班前还嘱咐了家属一番注意事项。晚上挂完水，老人安稳地睡去，大家总算放下了点心。第二天依旧是挂水，情况不好不坏，但是医生的笃定还是给了他们治愈的信心。明天就是周一了，薛妈妈让珊珊去上班。珊珊虽然不放心，可是家里这么多人在，
一时也用不上他。假请多了，有事的时候反而不好请了，便点点头，决定先去上班。谁知道就在周一上班的路上，珊珊就接到薛妈妈焦急的电话：珊珊，你快点过来，急诊室医生说是不让住了。急诊室是每天都要重新开药方的，今天急诊室换了个值班医生，早上薛爸爸去开挂水的药还好好的，没过多久，那个医生竟然过来说让薛爷爷把西黄味让出来，坐着挂水。薛爷爷现在还在发着烧，腰部红肿未退，哪里能坐得起来？薛家人据理力争，然而医生始终摆着不理不睬的表情，还说急诊室本来就不能过夜的，他们这样不合规矩。薛妈妈又气又急，抹着眼泪跟珊珊说：本来好好的，那个医托跟他说了什么，就这样了。急诊室周围有不少游手好闲模样的中年男人，珊珊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些人就是医托。昨天有个医托过来，薛家人都没理他，结果没想到今天就遭了报复。大伯母拿出了泼辣劲，我们就不走，看他们赶我们，也只能这样了。珊珊在旁边的椅子上缓缓坐了下来，心里头一片冰凉无力。她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现实而势利，可是在她普通的人生里，并没有太多机会遇到这样赤裸裸的歧视。可是当这些事情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竟是这样的凌迟之痛，活生生把小老百姓逼成了无赖。他陡然就恨起以前的自己来，为什么可以活得那么天真？为什么可以那样的无忧无虑？一时间心里充满了走投无路的绝望。他本来以为爷爷的病很快就会痊愈，第一天的急诊医生也给了他信心，可是现在他没把握了。怎么办？该怎么办？今天那个医生已经快下班了，医院不会劝他们走，可是明天呢？明天又要收回病西黄怎么办？看着家人们着急到麻木的表情，珊珊握紧了手机，终于拨向了大洋比方。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然后就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封腾，只说了他的名字，珊珊的眼泪就一下子涌了出来，所有强自压抑的情绪好像瞬间在胸臆间爆发了，难受的说不出话来，心里憋得好像要窒息。薛珊珊 ，boss 连名带姓叫她，往往代表心情不悦。如果是往常，珊珊免不了要心惊胆战一番，可是现在却好像忽然得到了安慰似的。我又哽咽了。电话那头静了一下。珊珊，你在哪里？薛珊珊说，我在医院。第32章，电话才挂了不到1个小时，方特助就出现在了珊珊面前，随即薛爷爷便转了院。这回终于有了病房，虽然是普通的3人间。这倒不是方特助能力不足，而是封腾电话里的指示就是找最好的医生，住普通的病房。这句话让方特助对薛珊珊的地位又有了新的评估。用钱容易用心难，会下这样的指示，封总对薛小姐是真用心。接下来一切事情都简单了，忽然就全部不用薛家人 CAO 心了，病房病 C 黄全部有了，医生有了，专家有了，还都这么的和蔼可亲，他们只要全心照顾好老人就好。没过多久，封小姐也雷厉风行地杀到，先是怪珊珊不联系她，然后亲切地慰问了下病人家属，可惜大妈大叔们说的普通话她基本听不懂，于是只能无奈地作罢。跟珊珊了解了下情况，得知薛家人基本都住酒店，封小姐立刻说，一直住酒店吃外面怎么行？我附近好像有房子空着的。她立刻打电话给袁丽书，方特助在旁边拦都来不及，心里默默念叨，
大小姐，你何必抢了总裁的事情做呢？袁丽书一直帮风小姐处理各种财务的，一个电话过去，没多久她就开车送钥匙过来了，说已经请了钟点工把房子打扫干净，晚上立刻就能住进去。薛家人简直被这一连串事情惊呆了。薛妈妈偷偷拉着珊珊的手问：珊珊，你哪里认识到这么厉害的朋友？珊珊愣了一下，说：他们是我同事。薛妈妈不信同事会这么帮忙。那个风小姐也是你同事？她不是。珊珊想了想才说：去年我给风小姐输给血，她和我一个血型的。薛妈妈恍然道：那他们说的那个风总就是风小姐的哥哥，怪不得这么帮咱们。哎，都是好人，你以后可要好好谢谢人家。珊珊犹豫了一下，嗯了一声。一切都安排好了，风小姐和袁丽书先走，方特助多坐了一会儿也告辞了。珊珊把方特助送出医院，方特助说：这边的情况我待会会报告给总裁，薛小姐你看还有什么需要？没有了。珊珊想了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后天回国吧？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机场接他？方特助微笑：当然可以，风总肯定会很高兴。兴许是用对了药的关系，薛爷爷的状况很快就有了改善，薛家人都大大松了口气。他们精神上一松懈下来，珊珊就遭了殃。大伯母不相信方特助只是珊珊的同事，一个劲地盘问他。薛妈妈虽然知道方特助只是受了那位风小姐哥哥的命令，可是方特助实在一表人才，也大力鼓吹珊珊主动一点，不要错过好男人。珊珊想说出风疼，可是又觉得现在说这些未免不合时宜，便简单的摇头否认，真的只是同事。很快，珊珊便庆幸自己没说出真相。薛妈妈和大伯母简直走火入魔，一个劲地问她方特助的事情。但是珊珊哪里知道这么多，只能大概地告诉了一下。就这样，他们已经兴奋不已了。幸好没说出 boss 来，不然简直不知道会怎么样。第3天下午，珊珊请了假，坐着方特助的车从公司奔赴机场。到达机场的时间尚早，方特助便提议去出口对面的咖啡馆坐着等。珊珊想到上次在咖啡馆睡着的经历，连忙摇头：我就在这里等好了，要不你先去休息一下。方特助自然不会去，不用了，他们也应该快到了。快到了其实没多快，半小时后，电子屏幕上才显示出风腾所在航班到达的信息。珊珊开始踮脚不停地张望，方特助想提醒他不用这么早看，但是三思之后还是闭口不言。也许风总看到他这样会更高兴也说不定。没多久，风腾一行便远远地出现在了视线内。他一边走路一边低头和人说着什么，俊逸颀长的身躯在人群中分外耀眼，举手投足间风采天成，惹得旁人纷纷注目。珊珊遥遥地看着他，不觉竟有点入迷。他专心于谈话，并没有关注接机的人，直到到了面前才发现珊珊，脸上不由浮现了一丝意外：你怎么会过来？翘班。这么多人在，珊珊可不好意思说专门来接他，答非所问了一下。风腾还没说什么，随行人员里面有位年轻的主管就打趣了：哎呀，男朋友是自己老板就是好，我们就没这个福利，上班时间还有家属来接。风腾果然心情好极，也附和地开起玩笑：放心，他的薪水会照扣。珊珊弱弱地补了一句：不要扣，其实我是调休啊。大家顿时都笑了起来，不过他们都很晓得分寸的，没再继续打趣下去。彼此招呼过后，
就识趣地走在了前面。风腾一手挂着衣服，一手握着珊珊的手，缓步徐行。今天怎么不怕被人知道办公室恋爱了？忘记了。风腾只当他是不好意思，微微笑了一下，换了话题。好些没有？好多了，红斑退了很多，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了。我是问你。我一直很好啊。很好。风腾挑眉，那又是谁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待会先去看看你爷爷。啊。珊珊有些措手不及。有什么问题？没有。珊珊连忙摆手，那我先跟我妈妈说一声。风腾敏锐地发现他的神态不太自然，眉头一皱，怎么回事？珊珊一紧张，来不及多想就说了出来，我还没跟家里说。风腾说地停下了脚步，他转过身，脸上刚刚还带着的笑意已经无影无踪，没说什么。不是的，因为珊珊想辩解，想说因为爷爷生病不太合适，想说柳分手，他说这个不合时宜，可是话到嘴边，又觉得这些理由是那么的牵强。也许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他说不出话来，低下了头。风腾的声音彻底的冷了下来。薛珊珊，你父母过来，为什么不告诉我？珊珊连忙解释，你出国后他们突然过来的。他点点头，声音中冷意不减。你爷爷生病呢？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打电话给我？你在国外开会。风腾定定地看着他，默然道，薛珊珊，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一定会分手？薛珊珊张口结舌地望着他。到停车场上了车，司机问目的地，风腾平淡地吩咐，先送薛小姐去医院。第33章，作为一只迟钝星人，薛珊珊顿悟了，原来自己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和总裁大人会分手，所以不敢再去他的办公室吃饭，不敢让同事知道，甚至不敢告诉家里人。大花那次，如果不是风腾主动提起，他估计也不会告诉大花。原来自己竟然是这样想的吗？珊珊一连几天都没睡好。4天后，薛爷爷出院了。他这个病发作起来快，对症下药后见效也很迅速。薛妈妈一群人在 S 市搞得筋疲力尽，都归心似箭，一刻都不肯多待了。珊珊跑上跑下地办出院手续，订票，顺利地把他们送走后，整个人仿佛脱力了一般。不过还不能休息，还要把借风月的房子打扫一番，然后把钥匙还给人家。当然，为了表达谢意，还要请他和袁丽书吃顿饭。给风月打电话之前，珊珊忽然想到，其实这次最该感谢的人是 boss 大人吧。但是，还是等明天上班吧。风月是万年有空的大闲人，听到珊珊要请吃饭，也不客气，爽快地说：“今天就行啊，我正打算下午逛街给宝宝买衣服呢，我叫上丽书。”于是3个人就在某著名的购物中心见了面。珊珊请了一顿饭后，又一起逛街。风小姐逛街那是一贯的可怕，精力充沛的不得了，一会儿手里就4、5个大包。袁丽书一直心情很好的样子，不过珊珊总觉得她看自己的目光怪怪的，好像带着讥笑一般。整整逛了3个小时，风小姐才算买够了，打电话让司机来接。结果过了一会儿，司机却回电说路上出了个小车祸，一时半会来不了了。风月郁闷了，又不喜欢坐出租车，想到风腾室内住处离这边不远，就打电话给风腾：“哥，我跟珊珊丽书逛街呢，司机来不了了，你能不能来接我们啊？”他说一会儿过来。
风月挂了电话，看看时间，哎呀，这样干等着，不如我们再逛逛。于是又在底楼转了起来。风月很快就在一家鞋店里看中了一双单鞋，店里没他的尺码了，店员跑去5楼的仓库拿。风月闲着没事，随便在换季打折区看了看，眼睛忽然一亮。珊珊，来试试，这双长靴你穿一定好看。珊珊从知道风腾要来就开始心神不宁了，风月让试试就试试，竟然忘记了看看尺码，然后用力一脚塞进去。很好，脱不下来了。珊珊整个人都傻了，这才想起看看鞋底的尺码，居然足足小了2码，他究竟是怎么塞进去的呀？风月用力地帮他拔了拔，擦擦汗说，不行，我脱不下来，还是等营业员回来吧。结果营业员还没回来，风腾的电话却来了。风月拿着手机，哥，我们还没好呢，你在车库等一会儿。一直站在一边看笑话的袁丽书忽然建议说，我们看着还要好一会儿呢，地下车库的空气多不好，不如让风大哥上来和我们一起呀。风月想想也是，珊珊张口欲拦，风月却已经说出口，哥，要不你上来吧，我们在1楼成鞋店。袁丽书此时心中得意极了。不同于风月的无知无觉，袁丽书敏感地察觉到了薛珊珊的不对劲，她很快就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他们之间肯定出问题了。而且她之前还从别的渠道了解到，薛珊珊爷爷住院的时候，风腾一次都没去探望过。她心里一贯看不上薛珊珊，自然觉得是风腾嫌弃薛珊珊了，多半是薛珊珊家里那帮亲戚让风大哥受不了吧。风腾心里现在肯定觉得他们不堪，如果再看到薛珊珊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肯定只会觉得她更加上不了台面吧。靴子脱不下来看上去是个小事，但是也够难堪的。如果风腾本来就对薛珊珊不耐烦了，这肯定会加深他对她的厌恶感。所有不可弥补的裂痕，开始的时候不都是细小的恶感堆积起来的吗？想到这里，袁丽书简直迫不及待地等着风腾出现了。珊珊看了袁丽书一眼，什么都没有说，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她一向傻乎乎的，但是自从和风腾在一起，便对所有和风腾有关的事情忽然敏锐了起来。她几乎立刻感到了袁丽书那看似不经意的行为中隐藏的恶意。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之间的问题从来不在于别人。很快，风腾已经迈着不耐烦的步伐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风月跟他招手，哥，在这里。风腾看到他们，目光在薛珊珊身上停了一停，脚步一转，走了过来，微带不耐烦地说，怎么耽搁这么久？风月看了一眼珊珊，支支吾吾地说，营业员去拿鞋子，我们在等。珊珊闷闷地说，我是靴子，结果脱不下来了，等营业员回来帮忙。风腾望向他，珊珊垂着脑袋，连发丝都透露着垂头丧气的信息。风腾哼了一声，走向薛珊珊。袁丽书心里砰砰直跳，睁大眼睛等着看好戏。谁知风腾走到薛珊珊面前，竟忽然单膝屈下，手掌托住了薛珊珊的小腿，另一只手稍稍一用力，把靴子脱了下来。袁丽书呆了，风月也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天啊，哥哥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帮珊珊脱靴子。哦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姿势怎么这么像求婚啊？哎呀，可是在百货商店，这也太不浪漫了。风小姐的思绪已经瞬间发散到远方。本来低着脑袋的珊珊也抬起头，吃惊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宽阔肩膀。
他身上笔挺的西装因为屈身的姿势而泛起皱褶，他温热有力的手掌还停留在他的小腿肚上。他怔怔地看着，感觉他要站起来了。他顾不得去穿上自己的鞋子，急急地伸出手，在他直起身之前抱住了他的脖子，小声地说：“你还在生气吗？”风腾皱眉说：“松手，把鞋子穿上。”珊珊难得的不听他的话，执拗地抱住他。风腾身躯停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搂住他的腰站起来。“你确定要在这里和我说这些？”珊珊静默了下来。风腾把手里的车钥匙扔给了风月，自己开车回去。风月接住钥匙，哦哦了2声，然后表情梦幻地拉着心有不甘的袁丽书游魂似的飘走了，连自己要的鞋子没到手都忘记了。店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风腾低头看他，现在可以穿上鞋子了。珊珊脸蹭的红了，她的脚还光着踩在人家鞋子上呢，连忙松开他，撑着他的手穿好鞋子。这时满头大汗的营业员终于出现了，看见店里只剩下1男1女，不由哭丧着脸问：“那位要鞋子的小姐走了？”珊珊扯扯风腾的衣袖：“阿月要的鞋子。”刷过卡，风腾提着纸袋走在前面，珊珊跟上去，忍不住问：“我们去哪？”风腾没有回答，珊珊只好默默地跟着，走了一段，冷不防手被人一拉，扯进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好了，现在你想说什么可以说了。”风腾不冷不热地说。角落里静静的，完全没有购物中心的喧嚣。过了一会儿，珊珊低声说：“这次谢谢你。”“你就想说这个？”看他有些不耐烦的样子，珊珊连忙说：“不是的，我是想说对不起。”风腾没有动静。珊珊一个人说下去：“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跟你分手，可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后。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告诉家里，不肯让同事知道，因为我心底就觉得我们也许不会在一起很久吧。我跟你差距太大了，我没有底气。我害怕听到别人说，你看他们多么不配啊，所以就藏起来，拒绝去听。看来这2天你想了很多。”风腾注视着他，近乎冷酷地说：“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办？”“薛珊珊，我们的差距会一直存在。”珊珊看了他一眼，神色忽然坚定起来，握拳说：“所以我打算这次我一定要考过 CPA。” 风腾凝住了，一时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慢慢地重复那3个英文字母 CPA。“ 就是注册会计师。”珊珊重重地点头。以前说考这个其实是说着玩的，但是这次是真的了。以后我还要考国际注册会计师。很好。风腾扶额：“薛珊珊，给我解释一下我们的话题是怎么拐到你的职业规划上去的。”“不行吗？”珊珊磕磕巴巴地解释：“我是这样想的，我人品又不比你差，这个就没啥好努力的。外表和家世虽然差距那个稍微有点大，但是这个是天生的，我也没办法，整容和投胎难度也太大了点，所以我只能在事业上努力一把了呀。CPA 那个考完就是会计师了，好歹是师字辈的。我肯定成不了最好的人，但是我可以做最好的我。我肯定成不了最配你的人，可是我要用最好的我来配你。”风腾对上薛珊珊认真的眼眸，原本还有些恼怒的心瞬间就软得一塌糊涂。他想起妹妹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会喜欢薛珊珊，也许一开始并没有多么喜欢，只是觉得有趣、乖巧，白白嫩嫩的皮肤看上去就想捏一捏，看到她就很放松而已。见多了貌美如花、
知书达理的高知书女名门闺秀，她也并不如何动心，找这样一个省心乖巧的也不错。她以为自己一直保持着随时能走开的姿态，甚至一度冷眼旁观，看着他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但是此时此刻却发现自己并不想退开一步，只想上前一点，把眼前的他抱在怀里。于是下一秒，珊珊便被带入了一个结实的怀抱。珊珊愣了一下，然后小心地伸手回抱住了他。其实我还有一个决定。过了一会儿，珊珊在他怀里说：明天告诉你。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同事招呼珊珊一起去食堂吧。珊珊摇了摇头，你们去吧，我去别的地方吃。去哪里呀？同事其实是随口一问。丰腾那。珊珊坦然地回答。在同事们或震惊或暧昧的目光中，珊珊拿着饭盒上了22楼。Linda 他们还在工作。珊珊上前询问 Linda， 总裁在办公室吗？ Linda 有点犹豫，薛珊珊好久没能上来了呢，现在能放她进去吗？方特助正好出来，看见薛珊珊，关切地问起薛爷爷的情况。看见李总裁最近的方特助如此表现， Linda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一边暗恨方特助不通情报，一边殷切地说：在呢，要不要我通报一下？珊珊婉拒：我自己去找他。珊珊站在总裁办公室外，敲了敲久违的门。进来。低沉的男声带着工作中的凝肃。珊珊推开了门，却没有进去，抱着饭盒站在门口问：我可以来这里吃饭吗？视线停留在文件上的男人诧异地抬起了眼，看到他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笔：欢迎光临。第34章，薛珊珊重回22楼吃饭的消息火速传遍了丰腾上下，员工们都激动莫名。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之下，各部的工作效率竟然都提高了不少。当然，各种版本的留言是免不了的，什么旧情复燃版啊，圈圈叉叉版啊。不过，最引人关注的不是他们怎么又在一起的，而是薛珊珊每天中午在总裁办公室那么久，究竟在干什么？无数目击者看到，薛珊珊每天都是精神振奋的上去，神态萎靡的下来，两眼放空，路都走不动的样子。哎呦，这实在太明显了，对不对？哎，有一个精力如此充沛的老总，真是员工之福啊！员工们纷纷觉得，如果股民们知道这一内情，丰腾集团旗下所有公司的股票都会大幅上扬的。然而真相呢？真相就是薛珊珊同学每天都在总裁办公室看 CPA。 薛珊珊虽然有点小懒散，但是下定决心的事情那是从来都要做到的。既然说了要考 CPA， 就立马去报了 CPA 辅导班，每周周末上2天课，早8点到晚6点，简直比上班还辛苦。风月几天之后过来拿鞋子，顺便跟丰腾吃饭，得知了这事，简直不可思议。哥，你居然让珊珊去考什么 CPA， 还这么辛苦，她要那证书做什么呀？丰腾表情很惬意，多学点没坏处，将来家里也用得上。风月无语了，的确他们家也有很多涉及财产投资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大哥呀，你过年的时候还说没考虑结婚的事情呢，现在都想到让珊珊管家了吗？风月觉得这个世界的男人变得太快了，但是丰腾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他竟然已经被排在 CPA 后面了。薛珊珊以前在他办公室看书，那表情叫痛不欲生，现在呢，一吃完就拿出书开始看，那叫一个投入，末了还一脸感激地看着他，
谢谢你，你帮我买的教材实在太全了。风腾觉得他是搬起书砸自己的脚。偶尔中午薛珊珊跟他说话，也是请教他一些 CPA 里的问题，这是就算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也不一定完全就能懂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好不好？于是回答了几个问题后，为了防止被问住，很快风腾就安排了一个握有 CPA、CA、ACCA 等 N 个证书的属下来给他做辅导。反正风腾集团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对于榨取别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从来不会手软的。结果没几天，珊珊就闪着崇拜的目光对风腾说：“某某好厉害，什么问题都懂哎。”风腾觉得牙疼，于是那位人才同学彻底的解脱了。风总毫无道德感的重新上阵，反正就算偶尔教错了，薛珊珊也不知道。哦，还有该死的每周2天的辅导班，才上了半个月，风腾就说别去上课了，你在家里自学吧。珊珊立刻反对，那怎么行？ CPA 很难考的，老师们比较有经验啦。说着坚定地握紧拳头， Boss 大人，你放心吧，我不怕吃苦的。为了跟你配一点，我一定要尽快成为会计师。于是某个周末的晚上，风腾出现在辅导班的门口，说是带他去和朋友吃饭。和谁呀？珊珊好奇地问。朋友。吃饭的地方是一栋私家别墅，据说这里啥啥菜很有名。珊珊倒是没吃出什么特别来，只觉得环境的确不错。对方也是一男一女，男的据介绍是 boss 家的世交，姓白，其家族也是经商的，而女方则是他的下属。据说两人也是在工作中认识，进而产生感情，最后结为夫妻的。那女子容貌清秀，长袖善舞，谈吐极佳。愉快的晚餐结束后，回去的车上，风腾忽然说，白太太斯坦福毕业，据说考了一堆证书。Boss 大人，你啥意思？鄙视我吗？珊珊弱弱地说，我先考完 CPA， 以后我还会考进一步的证书的 PT。 风腾睨了他一眼，结果现在他在家里带孩子。啊！珊珊圈圈眼，你到底想说什么？所以你考那么多证书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在家带孩子？你不懂啦，证书这个东西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能用多久了。他是斯坦福毕业的，结婚前职位是市场总监，大家就会觉得他很厉害，配得上你朋友，对吧？所以我也一定要有。我不想别人说我跟你很不配。风腾说服无效，恼了。薛珊珊，你到底是怎么把我和考证联系在一起的？你以为你在应聘？珊珊连忙顺毛，不是啦，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哦， Boss 大人，你就是一个恋爱副本里的大 boss， 欲拿 boss， 当然要先练技能。沉默。风腾阴森森地说，薛珊珊，你没空陪我出来，还有空打游戏。没有。珊珊连忙撇清，我就随便一比喻。风腾脸色稍霁，现在打到第几关了？啊，恋爱副本。珊珊，哦，刚刚进门。风腾沉吟，快一点，我等得很心急。珊珊，哦，尽量。不能 boss 自己打出来。风腾询问，那就是 bug 了。那先预支一点通关奖励吧。古里古怪的对话暂停，他趁着红灯侧身将他稳住了。珊珊以为已经说服 boss 大人了，谁知过了2天， boss 大人又带他去吃饭，这回仍然是一男一女，男方依旧是 boss 的世交，豪门出身，风度翩翩，就是矮了点。
而女方，哇！珊珊维持着矜持的表象，但是内心已然在狂喊，是某某某，某某某，大明星啊！然后依旧是吃完离开的车上。封腾看见了，这回没有斯坦福，不是市场总监，什么证书都没有。人家是大明星啊，大明星啊！珊珊抓狂瘾，人家还要证书干嘛？那脸就是证书了，好不好？封腾哼道：“大明星比你多什么？”珊珊虽然觉得他这话很无耻，但是内心不免暗喜，但是嘴上还要一丝一丝一下，起码比我漂亮吧。封腾闻言，侧目打量了他一番，倒也是。珊珊顿时怒了，讨厌，真相什么的，只能自己说说。作为男友，居然也这样说，太不上道了。珊珊扭头，我只是不会化妆而已，咱们不化妆比比。封腾被他逗乐，把车停到路边，对着某人清水白嫩的脸蛋咬了下去。来，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真没化妆。隔几天又有饭局的时候，珊珊已经淡定了。boss 大人，这回肯定找了对差距很大的来说服他吧。这次的姑娘估计又没证书，又没明星脸。不过 boss 大人，你这到底是安慰还是人身攻击呀？珊珊内心早已内牛满面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回竟然是个极品，褒义词的极品。首先，人家不化妆非常漂亮；其次，人家家世惊人；再次，人家也是名校毕业；再来，人家还在家族企业里工作，职位很高。如果说珊珊进门的时候是燃烧旺盛的火炬，吃完饭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火柴棒划出的微弱小火苗了，他觉得他的自信心就是那风中残烛，小风嗖嗖的一吹就要熄灭了。封腾看见了，珊珊萎靡不振地说：“玲玲这么好看，这么厉害，配谁配不上啊？”封腾沉默了一下，我说的是她男友。珊珊开始回忆玲玲的男友，那个好像已经忘记长什么样子了，实在是很没存在感的一个人啊，好像经历也很普通。于是 boss 大人这回给他的参照物是人家当绿叶，不是当土壤的老公。珊珊内风中残烛的小火苗噗的一声彻底熄灭了。boss 大人第4次要带他去见朋友的时候，珊珊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还拿约了风月逛街当借口。开玩笑，再这样吃下去会消化不良的好不好？拒绝了 boss 后，珊珊赶紧电话给风月，约他一起吃晚饭。吃饭的时候，珊珊忍不住诉苦，把封腾的恶劣事迹添油加醋地告诉了风月。结果风月被震的自己在减肥都忘记了，连吃了好几口红烧肉。晚上睡觉的时候，风月跟颜青说起这个事情，不由叹息：原来我还不了解哥哥。怎么这么说？我发现哥哥其实童心未泯。风月枕着枕头，边回忆边说，小时候他就爱带着我恶作剧捉弄人，而且老会装的，欺负了人还一本正经的，谁都怀疑不到他头上。我的表哥表姐什么的，为他背了好多次黑锅。后来爷爷对爸爸失望，开始培养哥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带他上谈判桌，哥哥才开始收起了玩心。我竟然忘记了这些。颜青，你说我这个妹妹是不是太不称职了？颜青安慰他说，这怎么能怪你？你不说我都看不出大哥小时候是这样的。是啊，风月说，所以哥哥和珊珊在一起也是有道理的。你看他多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我就没法想象哥哥捉弄丽叔的样子。他把头埋进了颜青的怀里，我都快嫉妒了。颜青，以前大哥的女朋友都没给我这种感觉，我总感觉还是我哥哥，现在我觉得
哥哥彻底不属于我了。颜青故意皱起眉头，风月，我以前可没发现你还有恋兄情节。我才没有。风月娇嗔地捶了他一下。颜青说，别想太多了，他们感情好，咱们应该高兴。我是很高兴啦，只是有点些微的嫉妒，从小只爱护自己的大哥，真的彻底属于别人了呢。上次哥哥说他挑剔，我心想，珊珊条件很一般啊，你挑剔怎么会选珊珊？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哥哥要的是一只能让他舒服愉快的大白兔，什么凤凰啊、孔雀啊，长得再美丽再高贵也没用，因为他们不是大白兔啊。结婚是挑合适的，不是挑最好的。你看，我不是最好的，你也挑了我。风月笑了，那我呢？我是合适的还是最好的？颜青说，你是最好的又最合适的。最后 CPA 辅导班的事情是这样解决的。某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珊珊给 boss 大人讲了一个八卦。我今天看了一个帖子，一个男人为了两个人的将来努力拼搏，结果女朋友却抱怨他没有时间陪他和他分手了，结果大家回帖都说他女朋友不懂事。封腾立刻进入老板模式，上班时间上网。无意暴露的珊珊无视他，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同理可证，当女朋友为了两个人的将来努力拼搏，男朋友却在旁边抱怨不陪她啊什么的，最不懂事了。封腾，为了我们的将来。珊珊点头。封腾，你继续上课吧，为了我们的将来。珊珊合掌，感谢理解。封腾悠悠地叹了口气，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封腾的将来竟然被辅导班老师抓在手里。第35章，珊珊又一次接到双怡的八卦电话时，才发现她和封腾居然已经在一起大半年了。电话里双怡的声音兴致勃勃的，珊珊，在我闭关写文的岁月里，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啊？珊珊黑线，既然都不可告人了，你还问我干嘛？你不是人吗？咦，珊珊，你口才变好了哎。你家 boss 是不是口才不错呀？是啊，托 boss 大人的福，珊珊最近也见过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了。然后她发现，成功人士们都有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忽悠能力都超强悍的。难道双怡要夸他近朱者赤，口才大进？正这么想着，就听双怡在那边激动地说，果然果然，通过 kiss 什么的，果然能得到对方的口才能力啊。哎，珊珊你口才进步这么快，那啥肯定很勤奋吧？珊珊恼羞成怒了，陆双怡。双怡嘿嘿笑了一阵，好了好了，害羞个啥嘛，真是的。话说真的没啥事啊。那我这个理论兼技术指导岂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难道就没有什么情敌呀、狗血呀？哦，不行，我不能乌鸦嘴，当我没说。那擦枪走火呢？嘿嘿，有木有有木有，有木有你个头啊！珊珊的脸不觉红了起来。擦枪走火什么的，的确有好多次差点被吃干抹净啦。但是这种事情，如果不想变成某人下一本小说的素材，就绝对不能让双怡知道。于是珊珊分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双怡被打败了，哀怨地叹气，哎，珊珊你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情况，咱们写小说的最恨了。作者只能一笔带过，比如这样处理啊，眨眼几个月过去了，女主角依旧是处女啊，眨眼几个月过去了，她依旧要上辅导班。但是也许是受到双怡乌鸦嘴的影响，这一天在薛珊珊的人生中格外的与众不同。
他不过是在会计课课间去上了个 WC， 结果回来翻开课本，居然看见了一封粉红色的情书。很快，因为没有女朋友陪伴而号召高层们一起打球联络感情的封总裁接到了女朋友颤颤抖抖的电话。怎么办啊？我居然收到了情书。封腾淡定地打完球，淡定地开车去接女友吃午饭，淡定地开口拿出来。珊珊立刻奉上，我是清白的，绝对没有招蜂引蝶，花枝招展，红杏出墙。封腾随便听听，修长的手指拈出信纸，淡定地开始审阅。字还不错，他连你名字都不知道，怎么没有抬头？珊珊立正自己清白，坚贞不屈地说，他当然不知道我名字，我才不和别的男人说话呢。boss 大人显然对他的自我漂白没有兴趣，一目十行地看完，不满道，怎么只有一张纸？喂，你有没有一点女朋友收到别人情书的正常反应啊？珊珊也不满了，你连一张都没有。封腾无视他，你打算怎么处理？就当没收到。经验告诉我，如果你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后面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情书。珊珊立刻离题了，哼哼地说，你收过源源不断的情书啊？封腾用这不是很正常吗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珊珊立刻没气了。下午就去回绝。珊珊连连点头。对了，顺便问问他看上你什么了？封腾抚着下巴，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难得有个同类呀，要抓住机会交流一下。珊珊对某人的欺负早就习以为常了，就当没听到。关于情书， boss 大人已经给出了处理指令，珊珊也就安下心来吃吃喝喝了。吃了几筷子，珊珊抱怨，为什么点这个呀？这家做的不好吃啊。封腾笑着看了他一眼。薛珊珊大概自己也没发现，以前来这种地方，不管好吃不好吃，都一副拘谨的模样，哪里敢发表什么评论，现在终于学会挑三拣四了。封腾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吃完饭，封腾送他回辅导班，下车前珊珊终于忍不住期期爱爱地问，那个，我问一下哦，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封腾眉一扬，我的感觉？珊珊连连点头。我的感觉是，封腾顿了顿，语带欣慰地说，我们珊珊终于长大了。喂，你女朋友收到情书爱？你这副无家有女初长成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啊？珊珊被雷浇了。下午一共是4节课，珊珊等啊等的，终于等到第2节课下课，目标人物出去了，连忙跟上去喊住人，走到拐角无人处，开始拒绝。你的信我看到了。珊珊还在酝酿言辞，结果对方却表情奇怪地说，什么信？就是你上午放我书里的呀。对方的脸色有点奇怪，珊珊说不上哪里不对劲，便把那信封取了出来，结果对方一看信封，脸色便变得极为难看，非常不客气地质问，这封信怎么会在你手里？珊珊傻了。同一时间，封腾正看着严清大喝闷酒。本来下午封腾打算休息一下看会杂志，然后准时去接珊珊吃晚饭的，结果严清却心事重重地找上了门，什么话都不说，先灌了3杯酒下去。封腾问，你这是怎么了？严清开始还不肯说，后来到底忍不住倾诉的欲望，你知道 Blame 吧？风月的前男友。封腾有些明白了，怎么了？他回国了。严清垂头丧气，他最近话说了半句停住了。
封腾帮他说完，又缠着风月了。颜青默认。封腾看他一副为情所苦的样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两个人孩子都生了，还来这一套。封腾现在觉得这个妹夫果然跟自己妹妹是绝配。你担心什么？风月是怎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不是信不过风月，哎。颜青想说出自己的感觉，可是又表达不出，只好长叹一声说：大哥，薛珊珊没人追，你不懂我这种感觉的。封腾的脸顿时黑了。谁说他家珊珊没人追？今天还有人递情书来着。只是他胸襟宽广，风度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封腾决定不安慰他了。颜青喝酒如喝水，厕所也跑得勤，趁着他去洗手间，封腾发了个短信给珊珊，处理好了。结果珊珊却是过了好几分钟才回了个省略号给他。这是什么意思？封腾皱眉。等颜青回来，封腾已经在穿外套了。颜青奇怪，你要出去？封腾点头，我去接珊珊下课。他拿起车钥匙，你喝了酒不能开车，等风月来接你，我已经打电话给他了。封腾的车停在学校大门对面的马路上，看着薛珊珊耷拉着脑袋走过来，有气无力地打开车门。封腾接过他的书包扔在后座，解决了？不用解决了。珊珊郁闷地说，是误会，这封情书是给我旁边座位的于小姐的。封腾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蓦地有些不爽了，是误会你很难过？不是啦。珊珊气愤地说，是那个人太过分了呀，明明是他自己放错了书，居然说我乱拿他的情书，有没有搞错呀？我干嘛拿别人的情书啊？偏偏他一口咬定说是看着课本的名字放的，我觉得他应该去配眼镜了。封腾手指轻扣方向盘，等等，他说是看着名字放的。是啊，他说看准了是于小姐的课本才放的。如果他没说谎的话，珊珊，你有没有想过是那位于小姐放你书里的？珊珊一愣，不会吧，他不接受扔垃圾桶就好了，干嘛放我书里？封腾只是出于天性的怀疑，倒也捉摸不透别人的动机，便没有再多说什么。既然是乌龙一场，那个男人也没必要看了。他正要开车走人，珊珊的手机却响了起来。从包里掏出手机，珊珊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疑惑了一下。谁？就是那个正牌情书接收者于小姐，她打我电话干什么？接。哦。珊珊按了接听键。喂，是的，我男朋友来接我，还没走，在马路对面啊，真的是你放的？为什么？哦，这样啊。不用了，没什么关系啦。啊，你过来啦。珊珊按下玻璃，扭头往车窗外看，果然看见隔壁坐的那位于小姐袅袅地走过来了。珊珊挂断了电话，她说是她弄错了，要跟我道歉。封腾扬眉，我也听听。两个人下了车，于小姐已经保持着袅袅的姿态走到了跟前。她先看了封腾一眼，珊珊，这是你男朋友啊？珊珊点点头，但是并没有给他们介绍。于小姐等了一等，主动微笑着向封腾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珊珊的同学于敏龙。封腾久经阵仗，心里已经有点数，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你好。于小姐眼神在他身上停了一阵，没得到什么反应，便转向珊珊，渲然欲泣地说，珊珊，真的对不起，你不会生我气吧？珊珊震惊地看着他眼睛里冒起的水雾，心里囧大发了，怎么样也不用哭吧？咋搞得他是受害人似的了？
我真的不知道那封信他是给我的，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呀，也没有跟他说过话。我记得你们比较熟，所以以为他认错人了，就帮忙放你书里了。珊珊忍不住问，我什么时候跟他熟了？于小姐望了封腾一眼，欲盖弥彰般说，啊，我说错话了，你们也没有很熟。封腾微微一笑，然后脸色一沉说，我是不是听错了？薛珊珊，那封信是什么？于小姐面现惶恐，珊珊，你还没说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珊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真是人才呀！课间才那么短短的几分钟，人家已经瞬间想到了怎么利用那封情书制造机会，还同时给他们下绊子制造误会。虽然不一定有效，但是多少是个机会，失败了也不损失什么。NND， 这样的人才你念什么 CPA 啊？北影中戏才是你的归宿啊！珊珊打量着眼前娇弱弱的女子，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不过不管是不是她想多了，珊珊都不想跟她多说了，瞪了一眼恶趣味发作的封腾，然后清了清嗓子说，你看，我们有点误会，要解释一下，就先走喽。于小姐急切地上前一步，珊珊，我请你们吃晚饭吧，就当赔罪。不用啦，误会都解释清楚了，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车子开了出去，远远地将于小姐甩在了车后。珊珊愤愤地摇某人的手，招蜂引蝶。回头想想，其实早有蛛丝马迹。一开始她跟这位于小姐并不熟，现在一想，好像是某次 boss 大人在校门口接她之后才熟悉起来的吧。之前她每次去上课都是随便坐的，可是那之后于小姐却每次都恰好坐在她身边，或者早到了帮她占位置。更有好多次状似无意地把话题绕到封腾身上。前不久还问接他的人是不是同一个，因为车子不一样，真是观察入微。TT， 他当时好像还说 boss 大人是卖车的来着，不过 boss 大人那浑身的精英味怎么都掩盖不住吧。珊珊越想越郁闷，我都说你是卖二手车的了，怎么人家还对你有兴趣啊？你说我是什么？珊珊立刻转移话题，气呼呼地说，上课都能上出个情敌来，哼，不上了。第36章，珊珊真的没再去上课了，不过这也是因为辅导班的课程已经到了尾声，除了最后一节课需要去听听考前猜题，其他课程不去关系也不大。眨眼就到了9月份考试的时候。考试第一天，封腾当了司机，第二天却有事，本来要安排司机送他的，但是封小姐却表示儿子被婆婆接去玩，自己闲得发毛，毛遂自荐了司机一职。第二天下午，珊珊考完，封小姐准时来接她。3门全部考完了吧？感觉怎么样？珊珊开心的点头，基本上都做出来了，我觉得能过吧。不过 CPA 很变态的，也说不定。封小姐自动忽略后半句，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去庆祝一下吧。我只是感觉好，成绩还没出来，万一……怕什么？成绩出来再庆祝一遍吗？走吧走吧，我看看。风月看看时间，我们先随便吃个晚饭，然后逛逛街，晚上等大哥和延青结束会议了，我们喊上他们一起夜宵。好吧，你安排，你吃喝玩乐最在行了。珊珊为了考试压抑很久了，考完一放松，逛街的劲头也很可怕。结果就是两人逛街逛昏了头，和封腾、延青约好8点半的，匆匆赶到约定的地方时，都已经9点1刻了。封小姐迟到是家常便饭了，毫无愧疚感。珊珊有点讪讪的，被封腾一拉，
坐到了他身边。考得怎么样？我觉得会过吧。风腾点点头，有一门不过以后就不要考了。珊珊囧囧的，你是不是巴不得我3门全部过啊？风腾很欠诚意地说，怎么会，我的将来还握在 CPA 手里呢。风小姐窃笑。风家2位少爷小姐菜单都懒得看，颜青在一边辛苦地点菜，一个个问什么要不要吃，风小姐还嫌他烦，你就随便点嘛。对了，来点酒，没酒庆祝什么啊？珊珊阻止他，不要，我不会喝酒。风月说，不会喝才好啊，灌醉了酒后什么的，哥哥哦。风腾语调懒洋洋的，我需要灌醉他吗？珊珊想先捉了，喂，你们适可而止啊。风腾安抚地拍了他一下，好了，不让你喝酒。他拿过酒水单，随便翻了翻，招来服务员帮他点了个饮料。这个地方珊珊来吃过，食物什么的挺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装13，很多东西都是英文写的，还不带翻译。珊珊只听到风腾那几个单词里有个 T 字，就下意识地觉得是果茶一类的，连忙点头说，我就喝这个什么茶好了。风腾笑了笑，灌醉薛珊珊什么的，谁有他有经验呢？1个多小时后，风月忧心忡忡地看着风腾半抱着珊珊上了车，扭头对颜青说，你说哥哥会不会把珊珊怎么样啊？颜青说，你这是希望怎么样，还是不希望怎么样？风月深谋远虑地叹息说，我是觉得我们家小宝宝也该有个表弟啊表妹什么的玩玩了。风腾将车开到了市区的公寓，珊珊醉眼朦胧地看他门，奇怪地问，为什么是你家啊？你这个样子还想去哪？珊珊哦了一声，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那你要保证不会酒后乱性。风腾失笑，他真是醉透了，这种话都敢说出来，于是顺口哄他说，好，我不保证。珊珊显然被他一句话里的逻辑矛盾弄得更晕了，傻不愣登地看着他，皱眉想了一会儿，才展眉高兴地说，那我也不保证。然后就很高兴地扑到了风腾身上，双手自发地挂上他的脖子，鲁莽地撞上他的嘴唇。风腾开始有几分哭笑不得，随他乱七八糟地亲着，还得搂住他的腰，怕他掉下去。可是随着香甜的水果酒味在两人的唇齿间弥漫，小舌头焦焦软软的，渐渐的他也被撩拨起了几分火气。他一手抱着他，一手从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把某个在他身上乱蹭的家伙抱进来，然后反身踢上门，正要反客为主的时候，薛珊珊收工了。他移开唇，打了个小小的哈欠，有些嫌弃地说，不玩了，困了，我要睡觉了。宣布完毕，他趴在他肩膀上，没一会儿就发出了轻微均匀的呼吸声，徒留一个箭在弦上的大男人抱着他咬牙切齿。哎，喝醉后气死 boss 什么的，谁有薛珊珊有经验呢？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滚在 boss 大人赤裸精壮的胸膛里，头枕着人家的手臂，嘴唇里硬朗紧绷的肌肉只有寸许，手还摸着人家的腰，该怎么办？薛珊珊的反应是赶紧闭上眼睛，手用力摸2把。哎呦，怎么居然做春梦了呢？这么难得，还这么真实有质感，一定要闭上眼睛多睡会，把这个梦做久一点。然后脑子渐渐清醒。清醒！珊珊被惊悚到了，颤巍巍地缩回爪子，小心翼翼地抬起脑袋，身体小幅度地挪啊挪，想离开犯罪现场，可是一只脚还没落地呢，就被人从身后一搂，拽了回去。这下更好了，直接趴在了人家身上。
跑什么？男人刚刚醒来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我才没跑。为了防止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珊珊先发制人地谴责他：你怎么睡觉都不穿衣服？风腾半眯着眼，微微带笑：怎么没穿？你没感觉到？说着，他坚实有力的长腿微微一动，立马把珊珊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境地。喂，他说的是睡衣，不是睡裤啊！而且你这样，到底是让人感受你的睡裤，还是感受到他蓄势待发的灼热？珊珊两颊发烫，小声地提醒他：你昨天答应不久后乱来的，你倒还记得？停在他臀上的手掌毫不客气地重重打了一下。昨天是谁先开始的？不管啊，说话要算话。当然算。珊珊才安心呢。某人又慢条斯理地说：不过珊珊，现在我们好像酒醒了。珊珊无语了。经验告诉他，今天不让他得逞一下，他是不会放过他的。珊珊认命了，乖乖地将脸颊贴在他光裸结实的胸膛上。那你乱吧，快一点哦。其实是知道他最后不会对自己做什么，才会那样任他为所欲为吧。与卧室相连的卫生间里，薛珊珊满脸通红地洗着脸。boss 大人刚刚虽然也有，但是根本没有满足吧。说起来，其实 boss 大人还是很君子的呢。算一算，他们在一起也有大半年了，好多次他都感觉到他濒临爆发的欲望，可是最后都没发生什么。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忍耐，但是这样的他的确让他心安无比。珊珊冲掉脸上的泡沫，抬头看着镜子里双眸明亮的自己。昨天考完 CPA 还没跟家里打电话报告呢，关键是也是时候跟爸爸妈妈讲下他跟 boss 大人的事情了。虽然决定了要告诉老爸老妈，但是光琢磨怎么讲，珊珊就琢磨了一天。在风腾家里磨蹭到晚上，趁着他在楼上书房和美国那边开视频会议，珊珊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心不在焉地向老妈报告了 CPA 的考试状况后，珊珊紧张地进入了正题。对了，妈，告诉你一个事情。还有什么事啊？我有男朋友了。话一说完，珊珊下意识地把手机挪远了一点。果然，手机里薛妈妈的声音陡然就大了起来。什么？你有男朋友了？薛妈妈欣喜地说，是不是你那个同事方特助啊？你看，躲着 boss 打电话，果然是明智的吧？不是啦，不过也算同事吧。薛妈妈很能接受的，不是也好，那个方特助啊，看着挺好，就是太好了，跟你不太配，还是普通同事好，大家条件差不多，门当户对。珊珊沉默。薛妈妈叽叽呱呱地说了一堆，结果女儿那边却没声了，不由奇怪，人呢？怎么不吱声了？妈说几句你还害臊了啊？没有，那个妈，我想说他职位比方特助还要高一点，是我们老板。这回轮到薛妈妈无声了。珊珊的老板，半晌，薛妈妈，珊珊啊，你是不是碰见骗子啊？妈，我会连自己老板都搞不清吗？这就难说了，你小时候在大街上还认错过妈呢。珊珊黑线，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都不记得了。3岁看到老，真的不是骗子啊。说了半天，薛妈妈始终不肯信。珊珊无奈了，算了，我让她自己跟你说，你别挂啊。视频短会应该开完了吧？珊珊拿着手机奔到风腾书房，把手机塞给了他。我妈，拜托，快证明一下你不是骗子。风腾接过手机，没急着和薛妈说话，先吩咐珊珊去楼下帮我泡杯咖啡。
大半夜的喝什么咖啡啊？明显是想打发他出去，不让他听嘛。珊珊阳奉阴违地蹲在书房外，耳朵贴门板上，可惜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蹲了一会儿，珊珊忽然想起来，其实可以告诉老妈封腾就是以前帮爷爷转院的人啊。哎呀，怎么把这个给忘记了？她真是被老妈气糊涂了。她连忙推开门，想提醒封腾，却见封腾正好搁下手机，貌似已经挂电话了。珊珊饱含期待地问：怎么样，我妈相信你了吗？不知道。啊，珊珊觉得 boss 大人深深地辜负了她的信任。不过这不重要。怎么会不重要啊？我妈妈觉得你是骗子啊。薛珊珊，现在是几点？问这个干嘛？珊珊看看墙壁上的钟，10点22啊。晚上。废话。封腾点点头，明白了。明白什么？珊珊闻香圈圈眼音，晚上10点多，你在我家里，所以现在我是不是骗子已经不重要了。封腾淡定地说，你妈妈应该已经认识到，就算我是个骗子，该骗的也已经骗光了。珊珊终于明白过来了，然后反射性地扑向自己的手机。啊，我马上回去啦。不行，我要说清楚，我还是清白的。封腾伸手把抱走的某人抓过来，抱在膝上。不用了，马上就不清白了。啊！珊珊忽然就感觉到了危险，那环在她腰间的手此时好像格外用力，让人丝毫动弹不得，成熟男性的气息吐在耳边。薛珊珊，你肯告诉你妈妈，代表你终于信任我了。珊珊弱弱的反驳，我哪里有不信任过你啊？封腾嗯了一声，手掌在他心口附近游移轻抚，这里。虽然隔着衣服，他的手掌却炽热得像烙铁一般，弄得珊珊一阵气虚。不要趁机耍流氓啊！手忙脚乱地去抓他的手，结果却是搞得衣服凌乱，扣子都散了2颗。封腾笑了笑，停下了作恶的手，搬过来住吧。啊，今天都半夜了，先搬人。最后3个字已经含糊了，热得烫人的唇开始在他的颈侧清晰慢准。珊珊直觉要发生什么了，却浑身酸软，无力抵抗。其实好多次封腾做的要比现在过分得多，可是每次到最后关头，他都会及时收手，就像早上那样。但是这次却好像不一样。也许 boss 大人他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吧，等着他终于扫除了所有顾虑，终于放心大胆地向所有人宣布他们在一起。他其实是个很骄傲的人呢。封腾亲密的间隙中，珊珊勉强的气喘地叫他明天去帮我搬家，还要退租。这是给他的答案吗？封腾一笑，不用了，你的房东是我。什么？珊珊好久才反应过来，虽然处于如此亲密的境地，也忍不住义愤填膺地指责他，果然是资本家，太坏了。发给我的工资居然还偷偷收回去1/3。封腾轻笑，现在资本家可以连人带财全部收走吗？珊珊静了静，顺势把脸埋进了他怀里，不要在书房里。然后他轻轻地说，可以的。第37章，肩膀上不时传来湿热的触感，麻麻的让人发颤。珊珊半睡半醒的任人亲了好一会儿，才睡眼惺忪的抗议，不要，会迟到。今天周六，你迟到什么？咦，又到周六了吗？不过某人可信度太低了，珊珊才不信他。不久之前有一次，也是一大早被某人压着吃，他觉得是周一要上班来着，结果某人硬说还是星期天，
他还没睡醒，脑子糊涂，就被骗了。被人从头吃到尾后，一觉睡到中午，醒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是周一啊！他自己要搭飞机出差，不用上班，居然陷害他迟到啊！他这个月的全勤奖啊！愤怒地跟某人抗议，害他的全勤奖没了。结果某人居然说：“全勤奖，我直接给你，还不用扣税。”这算是合理避税吧？珊珊觉得他太不要脸了。早上兽性大发这种事情，居然能扯到合理避税上去。最可恶的是，某人还若有所思地说：“珊珊，我们要不要拿另一种全勤奖？”珊珊伸手在 C 皇上乱摸了一阵，摸到了他的表，拿起来看看，的确是周六来着。风腾也不着急，这时才低低的笑问：“可以放行了？”珊珊一丝一丝的抵抗了一下：“不要老咬我脖子。”资本家都是吸血的。半晌，房间里飘来疑惑的声音，这句话好像有点耳熟。早上在进行了税务局都管不到的合理避税之后，某人心满意足地去洗澡了，珊珊才不要跟他一起洗，在 C 皇上翻了2圈，起来整理东西。他的东西已经打包搬过来好几天了，陆陆续续地整理着，现在只剩下一些衣服还没弄好。把衣服一一整理好，挂进衣柜，珊珊一看，不由囧了。在老宅，男女主人的衣帽间是分开的，不过市区的住处并没有这么讲究。他和风腾的衣服是放在一起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 boss 大人的衣服居然有这么多，这么壮观啊！相比之下，他那点衣服简直是少得可怜。珊珊手指从那一排排笔挺的西装上划过，不知道想起什么，脸忽然有点红红的。风腾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扫了眼衣柜，眉头一皱：“下午叫风月陪你逛街，把这里填满。”他可不想做一个衣服比老婆还多的男人。又想起一件事，风腾提醒他：“薛珊珊，我给你的副卡你打算什么时候才用？”副卡很久以前就给薛珊珊了，但是很显然，他的账单上从来就没出现过属于薛珊珊的消费。他偶尔提过一次，结果当时薛珊珊同学闪着星星眼猛拍马屁：“我完全用不上啊，我家老板很厉害的，又会赚钱又大方，发的薪水奖金很多的，根本用不掉。”好吧。风腾身为人家男朋友的心里虽然没满足，但是身为人家老板的虚荣心大大的满足了，就假装被他糊弄过去，没再追究。不过如今薛珊珊需要添购的东西，估计他家大老板发的薪水是不够的了吧。他突然一出声，把珊珊满脑子的起司都吓跑了。珊珊快快地缩回手指，继续埋头整理衣服，一边整理一边说：“我才不要刷你的卡。”风腾目光一沉，心中有股不悦升起。他倒没想到薛珊珊到今天还跟他算得这么清。他沉着脸，正要开口，薛珊珊堆好衣服回过头来，气鼓鼓地说：“为什么不能是你亲自刷啊？”珊珊对这个有意见很久了，每次都让我和阿月逛。你说说，我们在一起的到现在，你有陪过我逛街买过东西吗？抗议。话音刚落，他就被人抓了过去，气鼓鼓的脸颊被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风腾低笑：“帮我挑件衬衫。”不是要我去刷卡。虽然挑衬衫并没有演变成又一场不可收拾的那什么，但是出发的时候也已经是下午了。boss 大人第一次陪同逛街，珊珊很兴奋，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路上就开始调查：“你觉得我穿什么类型的衣服好看啊？”都差不多。这叫什么回答吗？珊珊小心求证：“都差不多好看。”
珊珊，开车的时候不要乱开玩笑。于是珊珊有种预感，请 boss 大人出马亲自刷卡，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的。果然，才第一家店呢， boss 大人挑剔的天性就发作了。这件好看吗？眉头微微隆起。珊珊默默回试衣间脱掉。这件呢？再脱掉。那这件？这回珊珊学乖了，不着急换上，先给风腾看看。结果人家打量了一下，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你穿不上。人争一口气，有木有。珊珊立马进了试衣间。几分钟后，珊珊走出来，身上穿的还是原来的衣服。在店员殷切的目光中，珊珊咳了一下，把衣服还给店员。不太适合我。回头看到 boss 大人忍俊不禁的目光，各种恼羞成怒啊！内牛满面的出了第一家店。珊珊诚恳的建议：要不你去休息区休息一下吧。风腾表示不同意。是谁让我陪他逛街的？是某个自作孽不可活的笨蛋呗。珊珊默默望天，踏入下一家店前，凶巴巴地警告某人：待会你除了刷卡，什么都不准干。说完一回头，就看见店门口的迎宾小姐敬畏地看着他。风腾坐在一旁，看着薛珊珊活力十足地在衣服丛中穿来穿去，一会儿捧了几件去试，一件件照镜子，扭头问店员好不好看。店员小姐当然一致点头说全部都好看。于是他就很犹豫，转头看向他的方向，好像想征求下一件，但是很快又赌气似的转回去。风腾心中好笑不已。其实前面他穿那些衣服也都很漂亮，他故意万般挑剔的，只是喜欢看他为了让他喜欢费心苦恼的样子。风腾正无趣味地回味着某人之前郁闷的样子，一抬眼却见那个某人捧着一件风衣奔过来了。风腾，这件衣服你穿应该不错哎。他还真不记仇，赌气也超不过3分钟。风腾失笑，并没有试衣服，直接示意小姐买下来。你不要试试大小吗？你挑的会不合身？他话中有话，可惜眼前的人显然没意会过来，还以为他夸他眼力好呢，得意兮兮的。前面那家店的衣服都不错。风腾说。咦，待会去买下来。咦，除了那件穿不上的。珊珊放心了， boss 果然还是正常的。boss 好像忽然不挑剔了那么一点点。珊珊赶紧抓住机会多买了几件，等于一下午下来也算大有收获。不过距离填满衣柜估计还有遥远的距离。离开购物中心之前，风腾显然嫌弃他没效率，顺手帮他拿了几件衣服一起刷卡。这些都还没试啊，不合适怎么办？不合适。风腾佯作思考了一下，说那就脱下来。珊珊这次听懂了，紧张地看了看远处的店员小姐，赶紧拉着人飞奔出店。虽然店员小姐肯定没听见，但是短时间之内她也不要再来了。一下午逛下来，珊珊觉得自己吃大餐的力气都没了，就拉着 boss 去吃了碗牛肉面。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汽车开进小区时，保安礼貌地拦住了他们。风先生，风太太，请等一下，有你们的快递。他转身捧了个四方的包裹出来，确认风太太是姓薛吗？珊珊囧了。风腾颔首，是的。那就对了。保安把包裹递给珊珊，憨憨地笑着说，快递员说打手机没人接，就放我们这了。珊珊耳朵热热的，今天出门忘记带手机了，谢谢你。汽车重新行驶起来，风腾扬眉，
谁寄来的包裹？封太太。珊珊默默地白了他一眼。其实珊珊也不知道是谁的包裹，寄件人姓名那儿已经模糊不清了。等回到家拆开，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封面，珊珊才想起来，原来是双姨的教材到了。前几天她一不小心在 QQ 聊天中露出了蛛丝马迹，被雷达灵敏的双姨察觉到了那什么，于是那个不厚道的彻底兴奋了。终于轮到技术指导陆双姨上场了，哦哈哈哈！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堆双姨口中的教材。珊珊拿起一本看了看，不得不说，双姨选的教材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看看这书名，残暴总裁小白兔。首先职业很对，有木有？精心挑选有木有？但是随手一翻就是各种火辣辣的 H 是怎么回事啊？珊珊随便瞄了2眼，就被小说里那高深的姿势震撼到了，不由带着崇敬的心情往下看，越看越面红耳赤，但是又有点欲罢不能。正看得投入，忽然手里的书被抽走了。高大的男人站在他面前，随手一翻，然后俊眉微微一挑。珊珊羞愧万分，垂着脑袋不说话。完了完了 ，boss 大人肯定觉得他是色情狂了555。难道他们之间的色情狂要换人做了吗？珊珊心中的各种泪流啊，奔腾到海不复回。封腾一目十行的几分钟内翻完了那本小小的书，沉吟着说：“珊珊，我不知道你心里居然喜欢这样的。”他脸上出现了一丝严肃的自责：“是我失职了。”珊珊有不好的预感，我喜欢什么了？封腾沉思道：“原来你希望我更残暴一点。”珊珊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逻辑，就被人一把抱起来，拎回卧室彻夜的残暴了。所以说，交友需谨慎，爱情小说作家之类的神马朋友最危险了。第38章，天气慢慢的凉了下来，珊珊后来又去买了2次衣服，不过在衣柜里，她依旧处于绝对的弱势状态。但是其实买多了也穿不到啊，她才不要每天在公司花枝招展呢。说起来，珊珊最近算是爱情事业两得意。爱情就不说了，简直得意到让人身体都吃不消了，等于至于事业嘛，虽然全勤奖已经变成了天边的浮云，但是他已经正式加入丰腾集团1年啦，也就是说终于能加薪鸟，不知道这次加薪会加多少啊？珊珊兴奋地期待着。不同于他的振奋，主管此事的集团高层却为此愁得头发都油了。现在丰腾上上下下，谁不知道财务部薛姓小职员和总裁的关系啊？这加薪到底加多少合适呢？财务部科长一贯正直得很，按照珊珊平时的表现，不偏不倚给了个中等偏上的加薪幅度，但是送到更高一级主管的手里批的时候，人家想的就比较多了。只是中等偏上加薪幅度，会不会让薛小姐和总裁不高兴呢？可是吧，如果一下子就最高等，会不会拍马屁太明显？可怜的高层内心腹诽不已，真是的，老公给老婆加薪什么的，这种家务事还要让我们烦恼，尼玛我们也要加薪有木有？最后高层心一横，心想反正都是你家的钱，左口袋进右口袋，多给点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大笔一挥，调到了最高等。不过几天之后，加薪单子发到个人手里，珊珊的加薪幅度却仍然回到了财务科长给的那档。敢往下压的，除了封总还会有谁？围绕着他加薪发生的这些缠缠绕绕小插曲，薛珊珊自然是一点都不知情的。能加这么多，珊珊已经很满意了，总算把全勤奖的缺口补回来了。
丰腾集团这几年的效益一直很好，这次加薪幅度大家普遍满意，办公室里的气氛顿时就活泼起来。珊珊正竖着耳朵听同事们讨论晚上去哪里庆祝呢，就接到了风月焦急万分的电话：珊珊，你在公司不？我在楼下，你赶紧下来。珊珊被他的急切吓到，来不及多想，跟科长说了一声就冲到了楼下。风小姐的车果然在楼下等着，珊珊一上车，风小姐就发动了，话都来不及说。路上风月才交代了来龙去脉。我上次手术后加了个本市的稀有血型互助群，群主就是我动手术那个医院的护士。刚刚他打电话来说高架上发生了连环车祸，有对母女都是 AB 型阴性血，医院的血不够了，情况很危急，号召大家去献血呢。啊，珊珊催促他，那你开快点。但是 S 是那路况，再好的车又能快到哪里去？两人急匆匆地赶到医院，那个群主小护士已经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了。看到他们到了，小护士风风火火地带着他们往检验处冲，快快快，咱们先去验血。他一边走一边说，风月，你的情况我知道，你动了大手术还没满1年，不能献血的。这位小姐也是阴性血吧？珊珊点头，是的，我身体很好，上次献血也超过半年了。圆脸小护士说，行，跟我来。现在的人都挺热心的，除了珊珊和风月，群里一会儿又来了2个人，3个人一起做了检验。验完血出去，却见风月正郁闷地在那听电话呢，看见珊珊出来，风月赶紧把手机塞给他，用嘴型提醒他，我哥。珊珊接过电话，风腾果然是在发火，声音很严厉，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献血算什么大事啊？珊珊不以为然。薛珊珊被他低着嗓音这么连名带姓的一叫，珊珊立刻端正态度了，我错了，下次有大事一定立刻汇报。听到电话那边好像有人提醒他开会的声音，珊珊连忙说，好啦好啦，你去开会吧，别管我们了。对了，晚上我可能和风月一起在外面吃了，不准出去。风腾哼了一声，挂电话之前割下了有力的威胁，晚上回来吃猪肝。猪肝，珊珊想起这东西久违的滋味，苦着脸挂了电话。为了逃避晚上的猪肝，珊珊本来打定主意要跟风月外面吃完回去的，结果验血报告还没出来呢，风月那边就有了急事要回去一趟。你一个人在这没问题吧？没问题啦，你回去吧。风月走了没多久，小护士就带着报告出来了，先安排另外2个人去抽血，然后转过来带着轻微的责备对珊珊说，薛小姐，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珊珊呆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但是语言系统显然还跟不上，呆呆地说，怀孕？我……圆脸护士把手里的化验单塞给她，你看看你的 HCG 多高，这不是怀孕是什么？说着她又笑起来，哈哈，不管怎么样，总归是好事嘛，恭喜你啦。圆脸小护士走后，珊珊在原地傻站了足足有1刻钟，思维才重回地球。她机械地掏出手机，机械地拨电话，没人接。哦，大概手机没带到会议室去。珊珊又机械地输入了几个字发过去。发生了一个大事。半小时后，风腾的电话打过来了，夹杂着身边几位主管说话的声音。珊珊，什么事？珊珊坐在医院前庭的长椅上，默默地说，也没什么，那个，我好像怀孕了。
封腾直接把一干主管撇下了。20分钟后，他迈着急切的步伐出现在了医院的门口。珊珊傻乎乎地坐在长椅上，不知道在想啥。封腾远远地看着他，心中忽然就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奇妙情绪。珊珊，孩子。步伐不曾慢下来，走近他，握住他有点凉的手，没有过度的。封腾说出了来的路上已经反复思考了好多遍的话。珊珊，我们结婚吧。珊珊抬起头，看了看眼前高大的身影。啊，哦。封腾皱了一下眉，我向你求婚你就这种反应。珊珊默默地瞅了他一眼，孩子都有了，结婚有什么好稀罕的？封腾。珊珊勉强振作精神，我晚上能不吃猪肝吗？封腾忍不住笑了，把他拉入怀中，别怕，有我在。被看出来了，他真的已经慌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明明他们一直有做预防啊。我们先做个详细的检查。封腾就着抱着他的姿势，抬手看了下表，今天太匆忙了，明天我带你去，一切等结果出来再说，现在先去吃饭。听着他低沉的嗓音，有条不紊地做好安排，珊珊渐渐定神下来，在他怀里闷闷地说，那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哦。封腾抚了下他的脑袋，好笑，不然你能交给谁？开车回去的时候，封腾打电话给风月，又毫不留情地把他训了一顿，还是为了他拉着珊珊来献血却没跟他说一声的事。封腾想想都有些后怕，万一那个护士没那么仔细，珊珊怀着孩子献了血，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训得差不多了，封腾才说，我打算最近结婚，晚上7点你和颜青一起过来到海棠苑吃饭。说完就挂了电话。珊珊不由有点同情风月，她现在肯定傻掉了。过了一个红灯，封腾说，婚礼交给风月安排，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没啊。珊珊对自己是很有数的，她绝对搞不来他们家那种婚礼。封腾点点头，忽然说，孩子的事情先别和别人说。珊珊有点多想了，闷闷地问，为什么？你想让别人觉得我们是有孩子才结婚的？珊珊下意识地摇头。那就什么都别说。珊珊心里不由一暖。这个世界对男女天生的不公平，奉子成婚对男方往往没什么，女方就有可能被说闲话，尤其是他们这种差距这么大的。Boss 大人是在保护他吧？他一时没想到的事情，他都帮他想到了呢。珊珊扯着他的袖子摇晃了一下，表示感谢。晚上吃饭的时候，封腾果然半点口风都不漏，对风月兴奋地追问3下2下就转了话题。说起婚礼怎么筹办，衣服哪里订，风月那个劲头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很快就不管他们怎么忽然要结婚了。第二天一大早，封腾带着珊珊去了预约好的医院。第39章，收费高昂的私立医院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少不用排队，导医小姐一对一服务，做检查出结果什么的都很快。于是很快的，医生就语气肯定地向他们宣布，薛小姐并没有怀孕。珊珊一呆，可是我昨天去献血，验血的护士说我怀孕了， HCG 很高什么的。化验单带了吗？带了。珊珊出门的时候顺便放在了包里，拿出来给他看。医生看了一下说， HCG 高不一定是怀孕的缘故，你今天的化验单上 HCG 就正常了。当时也许是体内激素过高，薛小姐有在服用激素吗？珊珊摇头。医生思索了一下说，
现在食品市场很不规范，薛小姐你想想，那天化验之前你吃过什么？珊珊努力回想，有点茫然地说，没吃什么啊，就吃了几个同事给的蛋黄派，好像包装蛮粗糙的。医生点头，估计就是这个导致的，现在的食品啊。珊珊还是不太敢相信，真的没怀孕吗？可是我最近老感觉蛮累的。医生瞄了他们俩一眼，推推眼镜，咳嗽一下说，有时候要适度一点，节制一点。珊珊离开医院的时候，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感觉，而任何大场面都一贯镇定自若的风腾，脚步也好像比平时略快了一些。坐上车，风总裁总结发言，下次你怀孕，我们不来这家了。珊珊连连点头，绝对不来了。吃错东西以为怀孕，还能不能更乌龙啊？珊珊不由庆幸地拍拍胸，幸好没有告诉别人，不然就不止在医生面前丢脸这样了，还要一个个去解释为啥又不怀孕了。想象力丰富的搞不好还以为她流产了呢。风腾也赞同，不然我会很辛苦。你辛苦啥？难道你要去医医灭口咩？珊珊心里吐槽，当然是辛苦要弄假成真，努力让你怀孕，这难道不辛苦？珊珊，好吧，以总裁大人的个性，如果广而告之，结果却发现没怀孕，他的确干得出让他赶紧生一个这种事。这么一想，珊珊更觉得幸运了。可是当侥幸的心情过去，很快又隐然有点失落起来。虽然肚子里的宝宝其实根本没存在过，可是这短短的时间里，好像也对这个虚幻的小生命投入了感情呢。到了晚上，躺在 C 床上，静谧的氛围中，那点点失落愈加放大了起来。珊珊有点小纠结了，怎么 boss 都没一点失落啊？没有孩子他就这么轻松吗？你不喜欢孩子吗？为什么这么问？你好像根本不在意。别乱想。把他抱坐在他身上，风腾说，有孩子我很高兴，没孩子我也很高兴。我不想因为孩子结婚，而且风腾顿了顿，脸上有些尴尬，你还太小了，这么早让你当妈妈，我会不忍心。前一条他懂啦，但是后一条珊珊黑线了，我大学毕业就22了，现在已经23了，好不好？太小了。风腾摸摸他脑袋，想让你多玩几年。其实是你自己想玩吧。哼，还推他头上。珊珊觉得自己看穿他了。风腾失笑，是啊，我也想玩。不过他的语调变得悠长，带上暧昧的气息。我玩什么呢？喂。珊珊如今反应已经够快了，但是日防夜防，防不住家贼心之所至，突如其来啊，于是只好泪汪汪的被抓住啃啊啃。后来风腾想起来问珊珊，上次让你退票的同事是哪个？阿佳。这次给你吃蛋黄派的也是阿佳。风腾点点头。珊珊着急了，你不会做什么吧？阿佳人挺不错的，工作也很认真。风腾面无表情地说，没什么，他该升职了。啊，果然，没几天上面就下命令，同事加同仁在职期间表现优异，兢兢业业，只升一级，加薪若干，调任分公司做财务部小头目。很巧的是，那个分公司离阿佳家比总公司近多了，升官加薪离家近，阿佳各种欢天喜地啊，有木有。被大家恭喜了一圈后，阿佳偷偷找到珊珊，肯定地说，珊珊，一定是你在总裁面前帮我说了好话，对吧？珊珊艰难地说，是吧？阿佳感动地抱住她，好人会有好报的，珊珊，你和总裁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承你吉言。其实被阿嘉祝福了一下，珊珊反而挺担心的，不过终成眷属什么的，倒让珊珊想起一个问题，他们之前要结婚是因为有了孩子，结果发现孩子不存在，那这个婚还结不结啊？封腾好像忘了这个事情似的，提都没提，封小姐也不见了踪影。珊珊纠结了2天，决定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了，顺其自然吧。谁知又过了2天，封腾却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提起，珊珊，明天下午到我办公室一趟。做什么？封腾看着他说，签一份婚前协议。第40章。第2天下午，珊珊准时推开了封腾办公室的门。珊珊，过来。封腾招手，向他介绍坐在沙发里的老头，这是张博，本市最有名的大律师。张博，这就是珊珊。珊珊乖乖地问候，张伯伯好。小姑娘好啊，不错不错。老头笑眯眯地打量了她一会儿，脸上流露出几分感慨。一眨眼，我都给你们家做了几10年律师喽，你也终于成家了，可惜你爷爷没法子看见。封腾说，过几天爷爷忌日，我会带他去看爷爷。张伯点点头，又笑起来，总是大喜事，我老头子扫兴了。来来，小姑娘，咱们说正事。说着，他把身前桌子上的文件往珊珊面前推了推。珊珊这才注意到这堆小山似的文件。这不会全都是婚前协议吧？珊珊以为几张纸就好了，怎么会这么多？等张博开始解说，珊珊才知道，这里面大部分竟是赠与协议。哪里的房产商铺，哪些珠宝首饰，还有股票股权基金等等等等，很长一段时间，张博才说完。小姑娘啊，这些就是你和咱们小峰先生结婚后暂时能得到的所有。封腾对张博这种说法有些不满，轻轻咳了一下。从小看他长大的律师先生看了他一眼，笑呵呵地接下去，哦，是你能得到的所有不动产，当然还有我们的动产封先生。那个张伯伯，我记得好像股票和基金算是动产吧？珊珊以微弱的声音质疑。实在是这位律师先生看上去太权威太专业了，珊珊在自己专业上的东西都开始怀疑起来。老头很淡定地解释，股票和基金传统意义上的确属于动产，不过目前是特殊情况，这些动产和小峰先生比起来就显得像不动产了。珊珊闻香圈圈眼，为什么？因为某种意义上，咱们峰先生是股票基金股份的集合，生来带有货币符号，当然流动性更大些。张博开着玩笑，别有深意地说，小姑娘好好经营啊。张博一语双关的幽默让珊珊忍俊不禁，封腾也微微弯起嘴角。张博接着说，这些呢，我也是说个大概，还是要你自己慢慢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这么厚一堆，的确需要慢慢看才行。珊珊拿起最上面的主协议，低头看起来。其实主协议的内容，昨天封腾已经大致和他说过，主要就是将他和集团运营利益分离。但是赠与协议，他昨天却提都没提。刚刚律师讲的时候，他也听得比较迷糊，并不太了解封腾究竟给了他哪些东西，直到现在看见白纸黑字的文件，才真正明白。于是有点被吓到了，潦草地翻过一遍合同，珊珊从下面的赠与合同里抽出了几份，看向封腾，协议书我没意见的，赠与的我就签这些可以吗？张博有些惊讶，封腾看着薛珊珊，沉默片刻，转向律师先生，张博，我想和珊珊再沟通一下。老律师站起来，笑呵呵的，小两口好好商量。老头子烟瘾犯了，
出去抽会烟。风腾坐在沙发上，翻看着他选出来的几份协议，过来点。珊珊连忙挪近一点。我让你签这个，生气了？怎么会？这个误会大发了。珊珊连忙摇头，保证绝对没有。那为什么不签？珊珊讷讷地说，我觉得有点多。你昨天只有说主协议，其他都没有讲。风腾将手中的文件扔在桌子上。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时一起拟定的，目的是保障集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这些赠与是我的个人资产。珊珊表态，主协议我没意见的。珊珊，任何事情需要用到协议解决，那差不多已经到了最坏的状况。婚前协议的作用就在于此。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我就要保障你的利益。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至少能获得这些。他这是把他自己也算计进去，防着他自己吗？珊珊听懂了，于是有点难受。你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把你自己放在了我的对立位置。你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吗？不是的。风腾叹气，我敢保证这些文件基本就是废纸。但是珊珊，岁月太长，我希望你起码有这些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少一分畏惧。珊珊眼眶忽然有点热，可是想了一会儿，还是坚持说，我不是全部不要，只是想少拿一点。风腾不语。薛珊珊被他的目光看得有点不安，他是不是太固执了？可是这些东西的价值真的太出乎他意料之外。昨晚 boss 大人说过以后，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也许会签署一个苛刻的婚前协议。他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他从来不觉得风腾是个苛刻吝啬的人，也不觉得风腾会对他苛刻吝啬，而是他已经有点了解风腾，他大概会从理性上出发，做出最好的安排。就算彼此相爱，也不代表对方的东西就属于你。凭什么人家家族辛苦几代所得的东西要平白给他享受呢？他知道这样的想法很傻，也许会被很多人嘲笑天真，但是这样做，他反而能松口气呢。作为一个马上要结婚的人，他其实这阵子也有认真的思考人生，然后就觉得做夫妻大概也和朋友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说地位啊、收入啊什么的，而是说彼此的付出。他给他的和他给他的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能长长久久。一个人付出的远远超过另一个的话，久了会心理失衡的吧。然后如果一个人给了另一个人很多很多钱，会不会就觉得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就少付出一些呢？这样的话还不如反过来呢。当然这也不是乱清高了，说句有些矛盾的话，和 boss 结婚了，他又不缺钱，那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以上都是他胡思乱想。风腾还在等着他的解释，珊珊靠过去，把脑袋靠在他肩上。其实我想问你一个事。什么？如果不是误会我有了孩子，你还会向我求婚吗？薛珊珊。最近我们都没有回老宅住，为什么？因为3楼在装修啊。为什么装修？一瞬间，珊珊觉得心里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填满过，就连上次她说我们结婚吧的时候都没有。那次慌慌张张的，更像个应急措施，反而是现在她这样毫不浪漫的反问，倒更像求婚呢。依旧靠在他身上，珊珊说，你看，你什么都帮我想到了啊，有你的话就什么都有了啊，没你的话那些也用不上。办公室里静悄悄的。算了。
封腾蓦地伸手，将桌上那堆拟好的文件全部扔进了废纸篓。这是怎么了？珊珊正奇怪，就听封腾说，我忽然觉得，如果和你这样的结婚都需要婚前协议，是对我智商的侮辱。珊珊无语，总裁大人，你现在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珊珊，不签这些东西，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珊珊，我好像有点后悔了。封腾笑了，来不及了，你只有我了。珊珊转过头，大胆地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封腾一笑，反手抱紧了他，深深地吻了回去。1分钟后，珊珊从深吻中蓦然惊醒，推开他，等等，你刚刚说我什么都得不到是什么意思？我抽出来的那几样东西我还是要的啊，你不能全部收回去。第41章，周末，封腾在珊珊去老宅看新房的装修进度，顺便珊珊同学也要检阅下他的新财产，就是最后他虎口夺食的那几样东西。薛珊珊同学充分发挥了女性爱美的天性，选的东西都是亮闪闪的首饰。其实她纯粹是被赠与协议里附带的那几张照片给闪花了眼。摸了摸那几件首饰，珊珊心满意足地还给了封腾，还是你帮我保管吧。封腾扫了那些首饰一眼，随手拿了个镯子套在他手上，然后下了结论，眼光有待加强。于是随口就教了他一下。他家学渊源，这些自然是信手拈来，可怜珊珊听得云山雾罩的，还要捧场的假装很感兴趣，不由比较痛苦。幸好王博很快来报告说封小姐带着颜青来了，珊珊连忙率先跑下去。砰的一声，珊珊一下来，厚厚的一叠资料就砸在她面前。封小姐豪气万千地说，这些就是婚礼的初步计划书。珊珊不由震撼了，这厚度简直比 boss 大人之前给的婚前协议书也不遑多让啊。他们两个果然是兄妹来着。随手拿起一本花花绿绿的像是服装目录的册子看，封小姐阻止他，这个不用看了，这个是婚礼上我要穿的衣服。这个也不用了，是我的鞋子。珊珊，封腾从楼上下来，没好气地说，这是你要结婚？一旁的颜青一脸担心，老婆你再婚对象还是我吧。风月瞪了颜青一眼，悻悻然地说，我也没办法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们日子都没定，我怎么订酒店？酒店没定，怎么知道是什么环境？环境不知道，怎么确定现场怎么布置？好了，封腾头痛地打断他，你先别折腾了，等我和珊珊父母商量过再说。王博东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下周我去巨省。后面这句话是问珊珊的。珊珊张大了嘴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好像还没跟我爸妈讲结婚的事。大家都沉默了。手机拿来。封腾黑着脸拿过珊珊的手机，翻找电话簿，然后按了拨号键。电话很快就通了。封腾沉稳有礼地开口，伯母你好，我是封腾。珊珊后来当然少不了被薛妈妈骂一顿，任何一个妈妈在婚礼前1个月才知道女儿要结婚，那都是会抓狂的。可是珊珊觉得自己也很无辜，谁知道会搞出怀孕乌龙，然后这么突然的结婚啊，她也是才知道的好不好。不过女儿出嫁，薛妈妈到底是高兴的，隔天就兴致勃勃地打电话来，珊珊啊，妈妈以前存了块好料子，你告诉我你男朋友多高，我让你爸爸给他做套西服。啊！珊珊愣了愣，直接就拒绝了，不要啦，他衣服穿都穿不完好不好，而且都定制的，爸爸做的不太合适吧。珊珊
自觉已经很婉转了，但是听到丈夫的手艺被自家女儿嫌弃，薛妈妈还是生气了。你懂什么？你爸爸手艺好着呢，商场那些贵的要死的西装哪里你有你爸爸做的扎实？你妈我会跟你爸，就是因为你爸爸做了条裙子送给我。薛妈妈起劲了，说到后面穿薛爸爸的西服简直成了薛家女婿的必要条件。老妈都这样上纲上线了，珊珊也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心里想着反正老爸做了也是放老家，到时候老爸一看 boss 大人的穿着就明白了吧，难道还能逼着他换上不成？先应付过去再说了。不过如果老妈要求 boss 大人婚礼上也穿爸爸做的衣服，就算是亲爹亲娘，那也是要反抗的。明天把你男朋友的衣服尺寸告诉我啊，你爸爸要早点动手的。知道了。于是晚上，风腾出了浴室，迎接他的就是一根皮尺。来，给我量下你的尺寸。风腾蹙眉，做什么？珊珊严肃地说，当然是为了更了解你。风腾眯眼，哦，还要了解什么？我的尺寸你不知道？这话怎么听着有点不对，是他不纯洁了吗？珊珊正怀疑，就被人一把扯了过去，很快皮尺就被扔到了 C 床下。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隐隐响起反抗声，喂，不是量那里。第二天清晨，珊珊抱着被子坐在 C 床上，内牛满面地看着 C 床下的尺子。数据是有了没错，可是手量的有什么用啊？难道今天还要再量一次？珊珊心里呻吟了一声，直直地倒在 C 床上，拉起被子就把自己埋了进去。珊珊如何艰苦卓绝地搞到尺寸暂且不去管，总之最后她顺利地完成了老妈交代的任务，把 BOSS 尺寸报给了老妈。之后珊珊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谁知道没过多久，她居然收到了从家里寄来的快递，附带的还有薛妈妈的电话。珊珊，衣服收到了吧？我们本来想你们来了再给的，后来想想，要是女婿穿着你爸做的衣服来多好啊！哈哈，哎呀，快递费真贵啊，居然一件衣服收了我们30块钱，真黑。珊珊捧着手上的西装，欲哭无泪了。老妈，你才黑呢，他本来都不想告诉 boss 的啊。珊珊不得不找了个气氛良好的时机，跟 boss 聊聊天气，谈谈心。那个，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老爸以前是裁缝呢？风腾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好像没。你现在知道了吧？珊珊讪讪地笑了下，怯怯地捧出一叠衣服，我爸爸给你做了一套西服。风腾漠然地看着他手上的东西，珊珊鼓起勇气说完，所以请你穿着我爸做的衣服去我家吧。这次去珊珊老家，风月也是一起跟去的，还带上了老公孩子，理由很充分。珊珊爸妈看的不仅仅是你，还有你的家庭，作为小姑子的我当然是要出席的啦。然后你看我跟言青家庭多和美，我家宝宝多可爱，多好的榜样啊，说不定他们一高兴就立刻把珊珊送给你了。风腾当时非常傲慢地哼了一声，还用得着他们送吗？不过尽管如此，他显然也觉得风月说的有道理，所以去珊珊家那天的一大早，风月就出现在了风腾家里，然后看着风腾身上的西装，毫不留情地进行了人身攻击。哥，你会不会选衣服啊？太没品位了，这套西装样子和做工也太一般了吧，哪家成衣店做的？珊珊只能在一旁捂脸不说话。风腾面无表情地说，泰山定制。泰山定制，熟知各种时尚的风小姐有点茫然，没听说过啊，新开的吗？肯定很快会倒闭的。可不是已经倒闭很多年了吗？
珊珊继续捂脸。倒是颜青在旁边看出点门道来，想了一想，又看看旁边珊珊捂着脸，一副当我不存在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笑道：“泰山，就是岳父的意思吧？”珊珊弱弱地举起手：“对的，就是我爹。”直到上了飞机，风月还一直打趣个不停：“哎呦，我怎么就没一个会做衣服的婆婆呢？好遗憾呀！”珊珊把脸埋风腾怀里了。风腾拍拍她，虽然自己穿着这衣服也浑身不自在，但是不代表妹妹就可以拿这个来打趣他们。颜青，听到没有？阿月在抱怨。颜青说：“听到。哎，我们家阿月要是肯穿我妈做衣服，那就好养活多了，不用这么麻烦啦。”珊珊从风腾怀里抬起头来，很有义气地说：“阿月，我让我爸给你做。你们这些人。”风月气死了。飞机到达巨省省会后，依旧是分公司的人来接。这回来的可不是行政了，分公司总经理已经在机场恭候多时。不过风腾并没有让他们送，自己开车过去了。到达珊珊家已经是下午，楼下薛爸爸薛妈妈早就等着了。看着车缓缓驶近，薛爸爸薛妈妈不由伸长了脖子。车子缓缓地停住了，高大耀眼的年轻人姿态从容地从车上迈下，身上穿着他们眼熟的西服，却散发着那件西服本身绝不具有的逼人气势。薛爸爸和薛妈妈齐齐被闪到了。客厅里，薛爸招待着风腾他们喝茶，薛妈妈把珊珊拉到厨房洗水果。珊珊，你看你爸爸手艺还没退步吧？小风穿上那衣服多挺拔啊！即使是老妈，珊珊也不得不为 boss 伸张正义。妈，那是他长得好看，人又高，把衣服带起来了好不好？薛妈妈一反常态的没有为女儿的不捧场生气，心事重重的洗着水果说：“哎，这也太好看了点，这么出色的年轻人，女儿能把握得住吗？”薛妈妈担心地看了眼珊珊，却忽然发现女儿似乎跟记忆中不一样了。薛妈妈想起刚刚珊珊从车上下来，走在那么有气势的年轻人身边，好像也并没有不相配的感觉。看看她身上穿的，手上戴的，薛妈妈忽然产生了一种女儿已经不是他们能养得起了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再回到客厅，看见聘礼的时候得到了升华。原来这女儿不仅养不起，简直也嫁不起了。薛妈妈不是不知道未来的女婿身家雄厚，甚至也想过聘礼可能会很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如此的出人意料。薛妈妈也知道，女儿将来所处的圈子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聘礼的多寡说不定关乎她将来的面子。但是即使如此，薛妈妈还是觉得心里不安。和薛爸爸对看了一眼，薛妈妈说：“这是不是？”珊珊看出了老妈的为难，大力安慰之：“妈，没事啦，反正这些你还是给我嘛。”风腾沉下声音：“薛珊珊，被警告了啊！”珊珊朝他眨眼：“拜托啊，在老爸老妈面前给点面子好吗？”那嫁妆，薛妈妈要晕了。她是给珊珊准备了30万陪嫁的，以前偶尔和街坊邻居说起来，谁不说这陪嫁丰厚啊？可是现在和这聘金一比，简直完全不成比例啊！这怎么拿得出手？嫁妆不用担心，她会弄的。珊珊一点都不担心。薛珊珊，这回是薛妈妈在吼了。最后，薛珊珊被赶出了婚礼讨论现场。珊珊坐在门外的楼梯上，听着屋子里传来的说话声，双手捧着下巴，不由自主地想微笑。姐姐为什么一个人笑？
奶声奶气的声音忽然响起，楼上邻居家的孩子小尾巴抱着皮球站在楼梯口，好奇地盯着他。珊珊不好意思地摸摸脸，正要说话，却听到身后一个带着低笑的男生说：“因为这个姐姐要嫁人了。”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珊珊扭过头，便看见风腾靠在门上看着她，身上穿着不太考究的西装，可是丝毫掩饰不了本身的风姿挺拔。珊珊忍不住又微笑起来。是啊，因为要嫁人了，因为马上就要更幸福了。小尾巴奇怪地看着不说话的大人们，抱着皮球忽闪着大眼睛跑走了。珊珊朝风腾招招手，风腾扬眉，挑剔地看了下地面，走到他身边坐下。风腾，珊珊叫他的名字，我有没有说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是你最帅的时候？是吗？风腾佯作思考，那我婚礼上也穿这个？不行。珊珊立刻跳了起来，你还可以更帅的。第42章，珊珊和风腾的婚礼，在风腾全权交给风月筹办后，极其成功的把珊珊累残了，然后还没来得及休整呢，就被带去度蜜月了。于是珊珊又因为另一种方式残了1个月，回来就快过年了，新嫁娘第1年，那就是各种崩溃忙碌啊。珊珊就纳闷了，明明去年在 boss 家过年的时候很冷清的，怎么今年忽然就冒出这么多亲戚呢？还有各种大宴小宴，人情往来，珊珊不由就深深觉得，做总裁大人的老婆得再拿一份工资才对。等终于闲下来一点，已经是年初5了，财神爷生日啊，珊珊不由想起一件大事，于是跑到某人面前伸手，我的红包呢？新年快乐。风腾随口答。珊珊静候下文，结果等啊等的，发现没有下文。就这样，珊珊愤怒了，你也太敷衍了吧，这才结婚没多久啊，起码给个红包意思意思啊，替下划线替。明明全家上上下下都给发红包，为什么就他没有？珊珊觉得自己好委屈来着。风腾放下手中的杂志，薛珊珊，我去年给你红包没有？没有。所以你这恶行不是1天2天了。新年礼物呢？也没有。唯一给他的手机还说是借给他的，而且是他用过的旧的。风腾笑了笑，所以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给你，但是你记得不记得你在机场的时候我跟你说新年快乐？好像有吧，但是这有什么问题吗？风腾看着他，这才是我想给你的。珊珊，这句话不是祝福，是承诺。珊珊眨眨眼睛，然后又眨下眼睛。风腾咳了一声，站起来，一副打算走开的样子。这不会是不好意思了吧？珊珊终于反应过来了，贼兮兮地追出去。今年也是承诺吗？明年也承诺吗？明年再说。怎么办？好像有点感动了呀。珊珊从后面抱住他的腰，把脑袋靠在他背上。你也新年快乐。温馨静谧的气息漫溢。过了一会儿，珊珊，哦，对了，快给我红包。风腾，珊珊，你说要让我新的1年一直都快乐的，目前我有了红包才快乐。第43章，番外珊珊吃饱，婚后生活写趣。手机铃。婚后某一天，风腾忽然发现自己在珊珊的手机中，铃声居然和其他男人一模一样，顿时怒了，命令珊珊立刻改成与众不同的手机音乐。珊珊在他的怒火下战战兢兢地说，我的手机就2种铃声，男的1种，
女的一种。Boss， 你要做第3种人吗？珊珊的巧克力屋。珊珊小时候对房子的梦想是一栋巧克力屋，巧克力的烟囱，巧克力的墙，巧克力的窗户，巧克力的丝黄，最好连被子都是巧克力做的。半夜饿醒了就抱着被子啃啃，等到第2天醒过来，被啃掉的巧克力又自己长回来了。稍大点念中学了，珊珊开始看偶像剧，与时俱进地调整了梦想。房子要大，很大很大，房子要远，要离学校108000千里，最好门前有一条弯弯曲曲走半小时都走不出去的林荫大道，这样早读课迟到就有了借口。念大学后开始寄宿，每回学校检查卫生，珊珊都打扫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那可只是小小的鸽子笼式的宿舍啊！如果再大点，珊珊无情地掐灭了关于大房子的梦想。原谅他吧。无产阶级珊珊的脑子里显然从没出现过佣人这个名词。毕业后去 S 市上班， S 市寸土寸金，珊珊租了个破房子还觉得贵，经常怨念地想，我就不能只租个西黄吗？有次偶尔在同事那看到杂志，珊珊被杂志上介绍的酒店式公寓要花了眼，明亮的落地窗，温暖的地毯，可爱的西黄和抱枕，关键是24小时热水供应，都不用自己动手，下班回家直接躺下当尸体就行。要是更高级一点，按个铃就有免费美食送上门。珊珊科幻式的联想了一下，幻想完毕，低头看了看价格，每平方米5位数，没了。谁知道有一天，这些梦想居然都一一实现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每个房子里都有一只黑魔王大 boss。那些大房子小房子当然是 boss 的嫁妆，巧克力屋却是风小姐帮忙实现的。风小姐有次无意中得知大嫂童年居然有如此梦想，大呼浪漫。珊珊生日那天，她先手一挥，招来了大酒店的巧克力师傅，在风家客厅现场做了个1米高的巧克力屋。风小姐让人做的巧克力屋当然精致异常，绝对和超市卖的那种不同。这个巧克力屋不仅有烟囱，有篱笆，有西黄，有被子，还有白巧克力的珊珊和黑巧克力 boss。 虽然屋子小了点，肯定住不了人，但是心意是到了，珊珊感动不已。风小姐也因此惹来了哥哥的暗怒，知情不报就算了，居然还敢抢她风头。 boss 不爽的后果就是风小姐夫妇一吃完饭就被赶了回去，剩下的时间珊珊根本没空去摸她的巧克力房子。生日过后，珊珊才开始吃巧克力屋，先吃掉多余的 boss 大人，然后啃掉了被子，接着把篱笆拆了。第 N 天，掰烟囱的时候用力过猛，房子塌了，最后风家大厨把屋子熔掉，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点心。于是巧克力的屋子和巧克力的 boss 被珊珊一起吃进了肚子，成为她的一部分，永远不会消失了。杨梅季，珊珊最喜欢吃的水果都在春夏之交出，3、4月是糙梅，接着就是杨梅。糙梅是真的喜欢吃，红艳艳的一个，又香又甜又水。杨梅却是因为偏执症。那时候珊珊还是高中生，有一年杨梅早早上市，珊珊从学校骑车回家，看见路边小摊的杨梅，有点口水泛滥，回家就让老妈买。老妈答曰：刚刚上市，太贵，过阵子买。珊珊向来乖，知道自己家里家境一般，10几块钱一斤的杨梅相对是奢侈了点，也不强求，乖乖等着降价再买。高中学习任务重，珊珊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一阵子，忽然想起问老妈：杨梅呢？
什么时候买？老妈答曰：现在哪里还有杨梅，早过世了。从此，珊珊对杨梅偏执了。明明并不是最爱杨梅，却看见了就想买。念大学的时候，就算生活费不多，杨梅一上市，10几块1斤也买回来吃。嫁给 boss 后，更是惊喜地发现 boss 家的后园居然有一棵杨梅树。这棵杨梅树大概有些年月了，据管家讲，每年都会产几百斤杨梅，个个又大又甜，封家根本吃不掉，于是有的做成杨梅酒，有的装盒送人。珊珊从杨梅刚熟一直吃到6月底，没一天落下，她吃着没感觉，封腾看着却觉得牙酸了。晚上亲她，都觉得她嘴里有股清甜的杨梅味。你牙齿不会酸？不会啊。趴在她身边，珊珊把自己的偏执症讲给她听，说完自己总结，果然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我会不会太好说话就嫁给你了？封腾本来微闭的眼睛睁开，斜了他一眼。从小到大，我得到的都是最好的。4. 猪肝的真相。婚后某日，珊珊和风月聊天，回忆起往事，深深觉得如今这样水深火热的生活，完全是大小姐的猪肝惹的祸。郁闷地说：你送的那1个月的猪肝，真是害人不浅。风月惊异：我什么时候送过1个月猪肝啦？只几天而已。珊珊。半晌，珊珊回味过来了，怒气冲冲地说：太过分了，我今天一定要让他睡书房。风小姐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珊珊，她是最了解自己的哥哥的，这个哥哥从小就阴险狡猾，从小到大他就没占过一次便宜。珊珊能行吗？已经自然的珊珊在风小姐怀疑的目光中无比坚定愤慨的点头。第二天一大早，风小姐就致电珊珊：怎么样？我哥哥昨天睡书房了。原谅他的八卦吧，家庭主妇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工作。啊，珊珊在电话里吞吞吐吐了半天，才模糊地回答：是啊。那你的声音怎么这么没力气？我要去开会了，挂了啊。电话里立刻传来了忙音。风小姐愣了一会儿，按捺不住好奇心，壮着胆子又打电话自己的哥哥：大哥，你昨天那个珊珊好像很生气呢，没吵架吧？没有。风先生的声音很和风霁悦。哈哈。风小姐干笑：我就说珊珊还说要让你睡书房呢，怎么可能？哈哈。我昨天的确睡在书房。啊！风小姐惊呼。电话那边，风先生似乎在轻笑，偶尔换个地方也很有意思。风小姐迷惘，睡书房很有意思，而且大哥这笑声未免太古怪了。她还待在问，就听自己大哥说：你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说这个，是不是太闲了？我去开会了，挂了。电话中再度传来忙音：又开会。风小姐扔下话筒郁闷，不过大哥上班时间会跟她说这么多闲话，已属难得。照料了一下孩子，总是不甘心，再去问珊珊，珊珊仍然支支吾吾的，飞快地挂了电话。电话那头，珊珊趴在办公桌上默默哀嚎：哎，昨天怎么那么想不开呢？竟然去单挑 boss， 结果昨晚 boss 大人的确睡书房了，可是他也睡那了。珊珊想起昨晚的事，脸正热得不行，忽然手机铃提示有短信，珊珊拿起一看，短信是来自号称今天有许多会议的 boss 大人的。珊珊，今晚要不要把我关在厨房？5. N 场有网民引发的。话说很久很久以前，珊珊的网名叫什么已经不可考，
但是自从加入风腾，珊珊的 QQ 名、网游 ID、网站注册名等等等等，统一改成了威风凛凛的打完 BOSS 好睡觉。这个名字本身没什么问题，甚至在某段时期为珊珊的身心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结婚后，珊珊居然还是一点也没危机意识地忘记把名字改回来。于是蜜月归来的第一天晚上，珊珊洗完澡，捧着笔电在 C 皇上和双姨聊 QQ。宜家意是一条戏，多传点照片过来啦，要纯风景没人的，这样比较好歪歪，我要当素材踩踩。打完 BOSS 好睡觉哦，大部分还没整理出来，先传几张给你。宜家意是一条戏，好，对了，照片不要你拍的，你摄影技术太烂。打完 BOSS 好睡觉，可是你不是要没人的吗？宜家意是一条戏，纯景色的。打完 BOSS 好睡觉，他拍的都有我。打完 BOSS 好睡觉，人呢？走了。宜家意是一条戏，还在刚刚我忽然全身发麻，手指抽筋，没法打字。打完 BOSS 好睡觉，没谈过恋爱就是抵抗力差。宜家意是一条戏，你跟你家 BOSS 负距离接触后，果然变黑了。珊珊被双姨负距离3个字雷到了，脑中不免浮起一些深入浅出的画面。恰在此时，浴室的门打开了，氤氲迷离的水汽中 ，BOSS 大人指着寸缕递不出，手中拿着白色的浴巾，边擦头发边向他走来。净瘦精壮的躯干上有几颗水珠，又有一滴水珠顺着发梢滴落，极暧昧极缓慢地划过喉结、胸膛、腹部，最终没入那个为着寸缕的地方。珊珊只瞥了一眼，便心跳与血压齐飙，脸与落霞共一色。虽然 BOSS 大人不穿衣服的样子也已经参观过几回，但是珊珊连忙收回视线，更加认真地跟双姨聊天，才不知所云地敲了几个字，另一边的 C 黄铺就他陷了下去，下一刻他便被搂了过去，被强劲有力的手圈着，脸颊贴上坚硬的胸膛。珊珊只觉得浑身霎时一烫，好像身体里有一个点忽然被点燃了一样，脑子顿时有点眩晕起来。帮我吹头发。低低的仿佛带着水汽的声音，有着惑人神智的功能。然而珊珊一听，却起思全消，立刻从他怀里挣扎出来，严肃地声明：我不要帮你吹头发。风腾扬眉。珊珊红着脸重复：反正不要。珊珊对吹头发一事如此反应过度，纯粹是度蜜月时吃了一堑，如今长了一智。蜜月里，珊珊曾一时兴起，主动要求帮 BOSS 吹头发。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嘛，男主角或者女主角站在对方身后，满怀爱意地吹啊吹，趁着酒店窗外的蓝天碧海，那画面看着多浪漫，多有爱啊！然而真正自己也来做一遍，才会发现，在这个和谐的时代，电视剧是多么的纯洁不可靠。电视里的男主不会趁着女主帮他吹头发解他扣子啃他肩膀，也不会最终演变成那种姿势，他面对面的被抱坐在他的腿上。你这样我不方便帮你吹啊，手举得老高，很累的。珊珊自觉是抗议，哪里知道听到男人耳里却形同撒娇。风腾低笑说：那我低点。他低下头，原本揉弄着底下的手顺势托住，将他抬高。他含上了仿佛送到他嘴边似的美食，最后还不忘体贴地问：这样方便了吗？神啊！珊珊觉得，搞不好这辈子他看到 BOSS 潮湿的头发都会想到那一幕了。想到这里，珊珊忽然想起自己和双姨正说到负距离，万一被 BOSS 看到。
珊珊连忙匆匆地跟双姨说了声88，心虚地把电脑合上，接着说声我睡了，便迅速地钻入了被窝中睡觉。反正他头发干了，可以睡觉了，至于没干的某人怎么睡，他才不管呢。话说 boss 大人应该没看到吧，不然他不会一点反应都没啊。珊珊自我催眠着，渐渐进入了梦乡。迷糊间好像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boss 应该在看文件，回来了他就要开始忙了。不自觉地去注意纸张翻动的声音，1页2页，睡了。咦，珊珊紧紧地闭着眼睛，平稳呼吸，假装熟睡。又翻过1页，刚刚我看到了。他果然还是看到负距离那3个字了吗？珊珊破功了，翻身正对着他，那不是我说的。所以他脑子里没想着那些事，所以他不要误会他想干嘛干嘛。是吗？风腾轻飘飘地反问，然后用极其柔和的语调念，打完 boss 好睡觉，这个不是你。糟了，他怎么忘了还有这个问题？珊珊急忙坦白从宽，讷讷地说，是我取着玩的，你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介意。风腾目光从文件中抬起，极其无害地落在他身上，然后动作优雅地把手里的文件合上放在一边，正正经经地发问，只是珊珊今天还没打，怎么就睡觉了？啊？珊珊还没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便被他侧身猛地抱起，下一秒他已经坐在了他的身上，呆呆地看着他捉住他的手指放入口中舔咬，望着他的眸中暗光流转。珊珊打算用什么打我？这个一夜打了好几次架，而且被迫当了主打手。第2天，珊珊含羞带愤地改了网名，boss 大人耍流氓。可不幸的是，几天后，这个网名又一次被 boss 大人看到了。boss 大人不愧是统帅众多高精人才的 BT 级 boss， 迅速理解了这个网名后面深藏的含义，恍然微笑说，原来珊珊喜欢我主动。喜欢他主动？他究竟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啊？耍流氓，主动。耍流氓，主动。接下来的时间，珊珊不停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找逻辑关系，同时顺便深深地被主动了。珊珊只好继续改网名，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次的网名改成了 boss 大人不是人。因为有前一个网名 boss 大人耍流氓的基础，新网名一出现，双姨就联想很丰富的惊叹了，哇塞，是小说里那种一夜七次郎的不是人吗？珊珊宽面条累了，双姨都想得这么变态， boss 大人只会更变态，说不定真会拉着他挑战非人极限。还是改掉吧，他不要再来一次日以继夜，坚忍不拔了。要改，一定要改，可是改什么呢？珊珊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安全第一，于是彻底消灭了 boss 大人在他网名中的存在。新网名叫33得6，简单好记又特别。珊珊心想，这次 boss 大人总抓不住什么来做文章了吧。改名当晚，珊珊特意当着 boss 的面和双姨聊起来， boss 大人看到了，果然没什么反应。珊珊还不怎么放心，追问，我的新网名不错吧？ boss 大人漫不经心地说，没我了。珊珊连忙点头，这次 boss 你没在了。风腾嗯了一声，就埋首在自己的事情中了。珊珊彻底松了一口气，过关了，哈哈哈。然而事实证明，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珊珊还是经验不足。夜还没过，何谈过关？又是入睡前， boss 大人一句我们研究下存在问题，让珊珊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筋疲力尽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存在。珊珊痛定思痛，认输投降。不是早就知道了吗？跟 BOSS 斗那是奇傻无比的，狗腿拍马才是王道。于是终极网民新鲜出炉， BOSS 大人真伟大，既存在又伟大，这次总行了吧？晚上乘 BOSS 大人预览， BOSS 大人果然很满意。珊珊对 BOSS 的满意也很满意，只是对之后发生的情节有点接受不能。BOSS 大人居然问，那么珊珊觉得是哪里伟大？好吧，如此问话也算正常，只要他不抓住他的手，强迫地带向某个地方啊。于是不免又是一场云雨过后。珊珊气若游丝地说，我再也不改网名了。风腾扬眉，真的不改了？语气颇为惋惜。不改了。珊珊趴在他身上，气若游丝，但斩钉截铁。他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对 BOSS 来说，改网名就是改某位啊。也好，手指状似随意地抚过刚刚承受过他的地方。风腾悠然说，你一改，我就条件反射，你改来改去，我也很辛苦。珊珊快哭了，你可以不辛苦的。吃饱彦足的某人笑了，轻轻在他快要泪光闪闪的眼睛上印了一个吻，我心甘情愿。咦？珊珊愣愣地看着他。自从结婚以来， BOSS 大人每个吻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欲气息，刚刚这个却好像不是那么轻盈表面，却比之前任何一个都深刻震动，好像带着他从不倾泻的某种情绪。看到他傻乎乎望着他的样子，风腾又是一笑，珊珊，以后帮我吹头发，不要拒绝。珊珊是怎么奢侈起来的？虽然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对薛珊珊这种学生时代生活费500，工作后生活费1-2千，房租不算的人来说，一下子奢侈起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虽然她已经成为疯太太好几个星期了，虽然包包里已经塞了什么卡 N 张了，虽然围观过 BOSS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签单很多回了，珊珊自己花钱却仍然有点束手束脚的。跟风月逛街，看着风月辣手血拼，仍然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这个星期天，风腾一大早出去打球，珊珊刚刚被他折腾了一番，又不想做球童，赖在 C 皇上怎么也不肯起来。风腾一般吃饱彦足后都是很好说话的，没有勉强他，吩咐佣人不要打扰他后，神清气爽地独自出门了。珊珊正待好好补眠，一口气睡到中午，风大小姐却打电话来邀她逛街。珊珊听到逛街2个字就想把头埋在枕头里装死。风小姐逛街实在太恐怖了，可是又找不到理由拒绝，总不能一大早说自己太累了吧，那不被风月笑死。无奈之下只好起来，让司机把她送去时尚名店荟萃的城城大楼与风月会合。珊珊跟风月逛过好几次街了，每次都遭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身是脚酸手累，心是心头滴血。虽然那哗啦啦流出去的钱不是他的，但是值吗？为什么一个看上去很傻的包包要 N 万？为什么一双穿上去不怎么样的鞋子也要 N 万？为什么他们都要用万做单位？小财务出身的珊珊同学每次看到这些天价，总不是忍不住想到成本，然后就会抱着不让洋鬼子赚钱的爱国情怀，坚定地把那些东西放回去。今天也毫不例外，风小姐一路刷过去，珊珊一路看过去。逛了一会儿，两人在顶楼茶座休息。风月看着自己买的一堆东西，看着珊珊两手空空，忽然心生感慨，珊珊啊，我是不是有点浪费？风小姐想到家里一堆连标签都没有剪的衣服，
第一次有点心虚。珊珊边喝茶边挺诚恳地摇头，没有没有，大小姐你不是一点浪费，是十分浪费啊，说自己有点浪费那真是太谦虚了。风月叹气，哎，幸好大哥能赚钱，不然我的日子哪有这么舒服。诚如她所言，她的丈夫严清虽然任职高管，但出身一般，哪里经得起她这般花销。她现在这般花钱如流水，多是倚仗每年丰腾集团给她的分红。珊珊呵呵一笑，望着窗外的景色，脑中竟莫名其妙地想起早上两人在西皇上的一番对话。那时珊珊怒他吵醒他太过分，丰腾却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医院外面，你骂我是资本家是不是？珊珊惊了，你怎么知道？丰腾哼了一声，手指不客气地钻入衣裳内，同时俯身在他颈侧不轻不重地咬了一下。资本家最擅长干什么？榨干你最后一滴血汗。然后他虽然没被榨干，可是也差不多了。囧，他大白天想这个干什么？珊珊感觉自己脸颊在烧，急忙拿起杯子来掩饰。风月却已经发现了，稀奇道，珊珊你忽然脸红什么？珊珊被他一追问更加窘迫起来。风月看他的样子已经猜到7、8分，正要打趣他，却听到有人招呼，哎，这不是风小姐风太太吗？珊珊和风月一起抬眼看去，4、5个贵妇样的女人向他们走来，大概与风月熟识，不带招呼便在他们身边坐下。风月挪到珊珊旁边，趁人不注意在珊珊耳边悄悄地说，你看那个穿 Chloe 新款的是程的小姨子，以前一直对我哥暗送秋波，人倒漂亮，只是家世不行，我哥哪里会看得上眼？大小姐，家世更不行在这里。珊珊一边黑线着，一边扫描着情敌，看了他们一圈，珊珊也趁人不注意悄悄对风小姐附耳，哪件是 Chloe 新款？风小姐坐了一会儿，一群人便说不如一起逛店，珊珊也没什么意见，只是与这么多人一起到底和风月单独逛街不同，珊珊怎么也不好意思一件不是，光看不买。随手试了一件裙子，居然效果不错，然后一看标签1800，珊珊热泪盈眶，才1800啊！原谅她用这个才字吧，以前她买800的裙子都舍不得，但是这个价格在今天看到的衣服中真的很低很低很低了，所以就买这件吧，也算有个交代了，毕竟她也算嫁入豪门了，太小气的话说不定 boss 大人都会被人嘲笑。于是珊珊很豪爽地让店员把裙子包起来。妆容精致的店员微笑着说，小姐您运气真好，这件衣服是我们店主刚刚从英国带回来的，只此一件呢。然后按了下计算器说，原价是1800英镑，打折去零后人民币2万元。珊珊怀疑自己听错了，1800英镑，人民币2万。珊珊的脸僵住了，周围的人都听得真切。那个 Chloe 新款袅袅地走进来，看着店员手中的裙子说，哎，这件裙子真不错呢，可惜薛小姐运气好，我刚才怎么没见？这时候不买，估计会把 boss 的脸丢到太平洋吧。珊珊只僵硬了0.1秒，随即心头滴血，脸带微笑地递出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痛不欲生地说，是啊，我运气好。珊珊回到家就萎靡不振了，主动对着墙壁思考人生。2万啊2万，她居然花了2万买了件小破衣服，那是她好几个月的薪水啊，那是她爹1年的收入啊，那是……珊珊陷入了无限的郁闷中，同时也开始后悔，还是不应该买的。
虽然后来风月说他真怕他当时不买，但是2万啊！这种萎靡的情绪一直持续到睡觉。boss 大人本来想做点什么，可是看着珊珊那张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脸，难得的开始检讨，最近是不是太频繁了？虽然是新婚，风腾叹气，有这么难过吗？难过死了。风腾脸黑了，难道他技巧还不够好？2万块啊！珊珊的声音痛不欲生，本来挺恼怒的 boss 大人终于发现某人的思绪似乎和他不在一个星球，皱起眉问：什么2万块？唉，急需找人倾诉的珊珊也顾不得倾诉的对象合不合适了，原原本本的把事情说了一遍。今天风月找我去城城大楼一个小店，看错标签了。风腾真不知道是气好还是笑好，为了这种事情影响性生活品质，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风腾思索了2秒，说：大楼。珊珊点头。那栋楼是我名下的产业。啊，那些店每年要交给我不菲的租金。啊，所以买裙子的那2万，有部分利润是给我的。珊珊呆呆的，多少给你？估计5000吧。风总不负责任的忽悠，所以你以后买东西可以直接算成7折的价格，比如你今天买的裙子，实际只花了15000，省下了5000。是吗？是的。boss 大人继续睁眼说瞎话，所以你以后买的越多，折扣就越多，省的钱就越多。是吗？好像有哪里不对，肯定有哪里不对。但是总裁大人，你别越靠越近好不好？没法思考了啦。当然。boss 洗脑完毕，微笑着说，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做别的了吗？金桔树。王博走进西厅的时候，珊珊正坐在封家老宅的壁炉前，捧着笔记本玩游戏。屏幕上风景优美逼真，人物华丽细腻，正是《梦游江湖2》。《梦游江湖2》运营已有2年多，可至今热潮仍未退，在线人数不断刷新，各大游戏排行榜上始终居高不下。作为投资方的 boss 夫人，珊珊当然也是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坐在厚厚的地毯上，背靠着软软的抱枕，左手边放着点心盒子，右手边放着热腾腾的柚子茶，暖洋洋的煨着壁炉，打 boss 喝茶，在这下雪的冬天，真是太惬意了。王博脚步轻轻地走进禀告说：夫人，大小姐和姑爷过来了。珊珊每次听到王博喊夫人2个字就很囧，当然被称为姑爷的延青比他还囧。不过王博是封家爷爷辈的老人了，大家也只好尊重他的习惯。这么早就来了？现在才中午呢，往年都要4、5点才过来。珊珊放下电脑，开心地起身迎接，走到西厅门口，便看到小姑子笑盈盈地走来，手里抱着儿子颜玉，身边跟着颜青，颜青手里抱着一盆长得很茂盛的金桔。拜年拜年，金玉满堂。哇，这盆金桔好漂亮。珊珊喜滋滋地接过颜青递过来的盆栽，的确是一棵很漂亮的金桔树，绿绿的枝叶间挂满了金色的果实，个个圆润可爱，十分喜庆的样子。风月笑道：我们又来蹭饭啦。每年的年夜饭，风月都是和哥哥一起吃，隔天才飞去颜青的家里，几年下来都成惯例了。白白嫩嫩的颜玉看到珊珊在妈妈怀里不安分地乱动着，奶声奶气地喊：珊珊东妈，边喊边张开手要抱抱。珊珊立刻两眼冒星星，放下金桔，把粉嫩的小宝宝从风月手中接过来，在她嫩嫩的脸颊上亲2口，抱着去找好吃的东西给她。
风月和颜青随意地坐下，风月四处张望了一下，说：“我哥人呢？刚刚上去休息了。”珊珊边为宝宝点心边说：“等等，我去喊他下来。”不用了，风月连忙阻止他，我们又不是外人。珊珊想想也是，便没坚持。boss 大人也很可怜的，每年年底都特别忙碌，除了公司的事情，还有复杂的人情交际应酬，都不能好好的休息，直到今天才闲下来。颜青看到珊珊笔记本上的游戏，不由好奇地多看了2眼。这是《梦游江湖2》？是啊，这个游戏反响很好啊，绝对的日进斗金，只是给开发方的分成多了几个点。颜青似有遗憾地摇头，在他看来，最早的《梦游江湖》就很赚钱了，若要出新游戏，只需在原有基础上改动一下。风腾科技原本的研发能力足够了，何必和人家合作，让别人来分这块蛋糕？风月受不了地道：“大过年的你能不能把你的生意经收起来？”颜青嘿嘿笑了一下，珊珊看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便说：“你要不要玩？帮我升级吧，我玩了几个小时都累了。”颜青不负责网游这块，没接触过这个游戏，心里也想见识见识所谓天才开发的游戏有什么不同，闻言便不客气地玩起来。风月瞪了他几眼，和珊珊聊起天。这时候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过年，风小姐从衣服珠宝聊起，一直聊到年夜饭什么菜色。珊珊说到自家父母寄来的几样特产，惹得风小姐好奇，珊珊便抱着颜玉带她去厨房看。厨房里的人正在忙，风月看了看特产，又看了看今晚的菜色，看到好几道自己喜欢的菜，心里满意。两人拿了点新鲜点心折回，走在路上，风月忽然说：“珊珊啊，你知不知道我们送你金桔的意思？”咦，珊珊奇怪，不就是金玉满堂吗？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看样子就知道他不懂。风月说：“果实累累，子孙累累了。”哎，珊珊明白了。风月捏捏儿子的小脸说：“你看宝宝多可爱，你怎么就不想要孩子？”哪是他不想要啊？珊珊苦恼地说：“我现在也想要啊，可是……”他和风腾结婚都3年多了，可是到现在还没生宝宝。头2年因为结婚前的乌龙事件，他没动过生孩子的念头，可是看着小颜玉越来越可爱，最近也动了心思。可是 boss 大人分明不想要啊，他一个人怎么生得出来？风月自然明白他苦恼什么。前阵子他出席董事会，会议结束后，他便问过自家大哥这个问题了，结果得到的答案却是珊珊还小，不着急。真是的，珊珊哪里小了，都25、26了，再不生就生不动了，好不好？唉，他是极喜欢这个嫂子的，所以分外帮她着急。没有孩子，亲戚里闲言碎语的可多了，不过慑于风腾的地位，没人敢当着珊珊的面说而已。大哥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就算要过2人世界，3年也足够了吧？风月回过神来说：“可是什么？他想不想要有什么关系？生孩子是女人的事。珊珊啊，我知道你平时听哥的，难道你西皇上也听他的？”以为人父的风大小姐说话相当没有顾忌，当然这是他哥哥不在场的时候，在场的时候他可不敢这么说的。不过同是已婚妇女，珊珊就被风大小姐直白的言辞弄得面红耳赤。怎么没有关系？他那个措施，总之，风月了解地说：“你说他做错事？”珊珊连忙点头。boss 大人的脑子像精密仪器，什么时候需要做防护措施，什么时候不需要做，从来就没有出错过。
风月真是怒气不争啊！珊珊啊，你就不会勾引他，让他脑子发晕，忘记那回事吗？勾引？珊珊脸红红，可是我一向被他勾引哎。风小姐被打败了。两人刚回到西厅坐下，风腾就从楼上下来了。穿着灰色毛衣，刚刚睡醒的风腾散发着居家男人的气息。风月这些年看多了他精明的样子，此刻看到这副模样，总有一种违和的感觉。小颜玉一看到他，立刻挣扎着从珊珊怀里蹭下来，小腿蹬蹬地跑过去，用胖乎乎的小手抱住风腾的腿。兜。风小姐深感丢脸啊，自家的儿子怎么一见哥哥就这么一副谄媚样子呢？珊珊则好佩服，小颜玉真是无师自通，狗腿功力比她当年要强多了。风腾弯腰抱起小宝宝，对风月说：“什么时候过来的？”风月说：“刚刚，天气预报说晚上有大雪，我们就早点出发了。”风腾抱着宝宝在珊珊身边坐下，珊珊顺手递给他一杯热茶，风腾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嫌弃：“这什么茶？”这个问题问倒珊珊了，不知道。风腾的表情立刻明明白白地写上不知道，也给我喝。珊珊炯炯地把茶杯放远一点。风月看着这一幕，暗暗地翻白眼。自从哥哥和珊珊结婚后，挑食的毛病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居然连茶都挑剔了。在外面怎么没见他这样？说到底就是喜欢欺负珊珊，人家是拿肉麻当情趣，他是把欺负当情趣。不过也仅限于他自己了，他要是敢指使珊珊做什么事，大哥的眼神肯定立刻杀过来。颜青看大舅子下楼了，也放下游戏坐了过来，喝着茶说：“梦游江湖2的确和以前我玩过的游戏不同，看来多给肖奈的那几个点不冤枉。”风月说：“你什么时候见大哥做过亏本生意了？”风腾笑了笑说：“怎么没有？谁能一桩亏本生意都不做？”珊珊拉着风腾怀里的小宝宝的手玩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我买了一大叠窗纸还没贴呢，风月你要不要来？好啊。两人起身去贴窗纸，珊珊是很积极的啦，春节嘛，就要做这些事情才幸福啊。风月就比较提不起劲了，不过看看听累的那2个男人，总比听他们聊天好。其实也感觉很幸福啊。风月对玻璃窗里映出的自己微微笑。生在这样的家庭，见多了为了名利明争暗斗亲人反目的事，也曾担心有个厉害的嫂子进门，让他和哥哥产生隔阂。幸好是珊珊。珊珊嫁进风家后，自己和大哥反而感觉走得更近了呢。以前的大哥可没这么亲切，不对，现在也不算亲切，就比以前好一点点啦。风月想着，回头看了看客厅，小颜玉正在折腾2个大男人呢，从这个身上爬到那个身上。风月不觉笑了出来，心里充满了平和的幸福感。不过风月看着跑到外面去贴窗纸的珊珊，又忧心起来。自家大哥在婚后是越来越内敛迷人了，这种男人对女人杀伤力可是很大的。珊珊怎么就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呢？虽然大哥人品肯定没问题，但是有个孩子总归更保险点啊。他虽然很少去丰腾大厦，可是公司里的八卦他可是很清楚的，想取而代之的人大有人在啊。自诩最佳小姑子的风月转转眼珠，有了主意。于是晚上的年夜饭，风月一个劲的给珊珊劝酒，风腾扫了他好几眼，风月就当没看到。嘿嘿，当年听珊珊讲她和大哥的恋爱史的时候，风月就发现了，珊珊不仅没酒量，而且醉了以后胆子特别大，据说当年喝醉了还敢拒绝大哥低求爱呢。
珊珊，你怎么听的？他那叫求爱吗？可见清醒着不敢做的事情，醉了可就不一定了哦。10点钟，本来要留宿的风月看着两颊晕红、眼神朦胧的珊珊，在他耳边留下一句话后，得意的功成身退了。一起守岁虽然很美好，可是总有事情比守岁更重要吗？呵呵，当电灯泡不好了。初一早上10点，大年夜赶稿赶到半夜的双姨兴冲冲地拨了珊珊的手机，想问问她几号回老家。拨了半天没人接，改拨她家里的号，还是没人接。双姨想起来了，珊珊过年似乎是去封家什么老房子里过的。哎，有钱人就是麻烦。双姨在手机里翻了半天，找到了号码，拨过去。这次果然有人接了，是个很客气的老头。然后电话又被转了一次，这次接电话的是珊珊家的 boss。新年好，新年好，恭喜发财。双姨一通祝福后问：珊珊在吗？只听那边回答：她还在睡觉。睡觉？双姨觉得自己有点被雷了，现在都10点了啊，珊珊难道是猪吗？现在还睡觉？而且年初一怎么能睡懒觉嘛？以前她还抱怨过年初一很多人上门的什么的。咦，对哦，如果很多人上门的话，肯定很忙。昨天搞不好还有什么宴会之类的。双姨向来富有想象力的脑子中立刻勾画出一幅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豪门夜宴图。明白了，昨晚珊珊肯定是太累了，所以到现在都没爬起来。唉，所以说嫁入豪门一点都不好吗？还是宁好。10点半，珊珊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脸颊上立刻被轻轻咬了一口，低沉的带着笑的男人声音在她耳边响起：睡饱了。珊珊迟钝地转眼珠，显然还没完全醒。半晌，看向站在 C 黄边的男人，珊珊从被子里伸出手：红包。风腾微微笑出了声：今年没有了。奸商。珊珊气愤地说：去年还有的，这红包可是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呢，结果才给了3年就没了。风腾看他一脸气愤的样子，心中好笑，故意叹气作为难状：不是不想给，只是昨晚我透支了。透支2个字他说的又低雅又暧昧，珊珊想装不明白都不行，脸蹭的红了起来。昨晚他真的。风太太这么热情，我很高兴，不过酒后纵欲有伤身体，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见过得了便宜还卖乖吗？见过吃饱喝足再来道貌岸然的吗？这就是啦。珊珊不搭理他，眼睛开始搜寻，昨天晕乎乎的，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安全措施啊。风腾当然晓得他在找什么，也不点破，只是问珊珊：记得不记得昨天是几号？25号啊，这还要问？大年夜啊。风腾微笑不语地看着他，珊珊给他看得发毛。每次 boss 大人这么笑都没好事，难道这个日子很特殊吗？25号，25号。珊珊忽然想起来了，昨天是她最安全的日子啊。虽然别人的安全期未必准，可是她的安全期很准了。也就是说，她白做工了。珊珊欲哭无泪了，小姑子啊，小姑子，酒能壮胆没错，可是酒更能误事啊。准岳母珊珊的烦恼。风腾集团旗下风腾科技的合作伙伴北京智易科技的负责人肖氏夫妇路过 S 市，特地拜访了风腾。珊珊自从知道《梦游江湖2》的主创要来自己家后，便十分期待，好奇地跟风腾打听：你见过那个肖先生吧？据说很帅哎。风腾横了他一眼：见过，没印象。他夫人倒是很漂亮。
显然指望珊珊有点正常反应是不太可能的。哦了2声，珊珊眼睛更亮了。真的吗？郎才女貌啊！说着心急地探头望了下外面，他们怎么还不来啊？下午1点钟，萧先生和萧太太准时到达了。萧先生果然清俊风雅，风姿无双；萧太太果然明艳动人，耀目生辉。2个人站在一起，有一种互为日月的感觉，格外的光芒四射。但是，这些完全不是重点。重点是萧先生和萧太太一人带着一只小宝宝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2只小生物？珊珊眼睛都直了。萧先生、萧太太再出色，也不能让他移开视线。大点的一只奶声奶气的主动跟他打招呼：“阿姨好，我是丛丛。”珊珊受宠若惊了，蹲下来：“丛丛好。”丛丛点点头，然后严肃着小脸指着被萧先生抱着的小宝宝：“这是月亮弟弟。”月亮弟弟被萧先生抱在怀里，漂亮的小脸上没啥表情，懒懒地看了珊珊一眼，然后傲娇的一扭身，给人看他嫩嫩的小屁屁。明艳动人的萧太太不好意思地说：“月月有点害羞。”“这不叫害羞吧？明明就是傲娇啊，不过这有什么关系？肉嘟嘟的小屁屁也很可爱，有木有？”“没事没事。”珊珊连连摆手。寒暄过后，2位先生去谈他们男人的事去了。珊珊在花园招待萧太太喝茶赏景，当然重点是招待2只宝宝。厨房里送上了各种各样小孩爱吃的点心。王伯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大堆小孩的玩具，珊珊手里抱着软乎乎的月亮弟弟，眼睛里看着白嫩嫩的丛丛哥哥，顿时觉得人生圆满了。然而这个圆满毕竟不能长久，2个多小时后，萧先生和萧太太就告辞了。珊珊依依不舍地送到门口，下次一定要带丛丛和月月来玩啊！直到他们的车影子都看不见了，珊珊才不得不收回了目光，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珊珊兴奋地跑进屋里：“风腾风腾，如果我们将来有女儿的话，就嫁给丛丛或者月月吧。不过到底嫁哪个好呢？”珊珊感觉很难选择。丛丛天才又可爱，月月虽然傲娇，可是实在太漂亮了，也舍不得啊。哎呦，珊珊女儿还没生，已经苦恼上了。不料风腾却是一口拒绝：“不行。”珊珊恼了：“为什么不行？”风腾哼了一声：“我的女儿不是用来嫁的，让他们入赘。”飞机上，一向身体健康的萧太太忽然打了个喷嚏，疑惑地说：“难道有人在念我？”拿着报纸的萧先生漫不经心说：“着凉了，昨晚在阳台上。”话未说完，就被萧太太恼羞成怒地塞了一块饼干。封家！珊珊张大嘴，然后合上，奸商思维就是不一样啊。好吧，入赘也不错，不过让谁入赘呢？生2个女儿不就好了？风腾随意道：“这个有点技术难度吧？”珊珊顺口说，然后忽然回过神来：“等等 ，boss 大人说什么？”珊珊跳起来，激动极了：“你终于打算生了啊？”风腾黑了脸：“你生？”“当然是他生。”珊珊激动地开始做怀孕准备。首先，把家里的那啥都扔干净，起码1年用不到啦。不扔不知道，一扔吓一跳，咋这么多？等于。然后计算排卵期，再然后食物是不是也要注意呢？最后，珊珊收集了一大叠资料，顺便还给风腾复印了一份。结果，风总看都没看，就扔在了一边。珊珊抗议：“你也看看啊，里面也有准爸爸要注意的事情。”
不用这么麻烦，多努力几次就好。于是努力了几次后，珊珊精疲力尽地说：“我怎么觉得你最近……”风腾淡定道：“你不是要生双胞胎吗？当然要双倍的努力。”珊珊内牛满面。珊珊很快就怀孕了，这是肯定的。boss 大人的能力和勤奋不容小视。然而，3个月后第一次做 B 超检查，竟然真的是双胞胎。封家上下普天同庆啊，有木有？珊珊对 boss 各种崇拜啊，有木有？又过2个月，因为封腾在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临时飞来拜访，珊珊在封小姐的陪同下去产检，竟然发现是龙凤胎。封小姐高兴极了，立刻拿出手机给珊珊：“快告诉哥哥。”会所内，封腾收起了手机，对方察言观色，笑问：“看样子是有大好事。”封腾一笑：“最近有一项投资获得了双倍多样化的收益。”对方立刻恭喜赞美之。封腾谦虚道：“哪里，也付出了不少精力，并非不劳而获。遥想前阵子封总的努力，可不是付出了不少精力吗？”这边，封总和合作伙伴仍旧在谈着神秘的投资，当然出于商业机密的原因，具体什么投资那是不可说的。而医院那边，欢喜过后，孕妇珊珊又忧愁了。龙凤胎的话，还是只有一个女儿啊。聪聪和月月究竟不对，究竟让哪个入赘比较好呢？